唉，我本是修炼了10000年的蛟龙，只要再经历最后一次天劫，便可脱胎换骨，飞升成神龙，遨游四海，飞越天界。所以那天那道晴天霹雳是因为你在渡劫？啊，没错，我历劫失败，本来将会被雷电劈中灰飞烟灭，但女人你忽然出现，帮我挡了一劫。花如意咬牙切齿，蠢蛋渡劫，结果被雷电劈死的是他，死了又让他借尸还魂，从22岁肤白貌美大长腿的古一传人，变成了又黑又矬又穷，名声还不好的乡巴佬。乡巴佬就算了，3餐不饱，身后还有一群嗷嗷待哺的拖油瓶。虽然呢，你帮我挡了一劫，但我还是失去了大半的修为。为了保住你的肉身不腐，我将我剩下的全部修为渡给了你的肉身，再将你的肉身藏在了寒玉洞中休养。那系统是怎么回事？这个系统呢，叫功德系统，是我们蛟龙族的宝贝。绑定这个系统，完成系统给出的任务，积攒功德，灵魂就会逐渐变得强大。当时降下天雷，你我的灵魂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伤，迫不得已，我只好将我俩跟功德系统绑定了。然后功德系统就将我们带到了这个地方，再然后的事情你就知道了。我俩都被绑定了系统，为什么只有我需要做任务，你不用？因为你曾行医救人无数，功德无量，功德系统选定了你作为宿主，我作为助手，从旁协助你。这么说，你并不是我的系统爸爸，而是我的小弟。啊呸！你个黄毛丫头，我降生的时候，你祖宗的祖宗还没出生呢。好好好，你是我系统爸爸。意思就是你作为我的系统爸爸，一只修炼了10000年的蛟龙，现在还干不过几头灵芝未开的豺狼。哼，你个黑心黑肝黑肠子的坏女人，我现在不想看见你。哼，就这心理素质跟承受能力，难怪渡劫失败。我心理素质很好，我承受能力很强。女人，你发现什么啦？水帘后有棵植物，看着模样有些像人参，我过去看看。啊，这鸟不拉屎的地方能长人参？哼，丫头，我看你是饿了几天，饿得头晕眼花，做梦都想发财吧。水帘之后是一块半湿不干的空地，黑色的土壤散发着浓浓的沃土的气息，植物长得绿油油的，大多为喜阴的植物。竟然真的是人参！哇，枝叶粗壮茂盛，想来已经有些许年头了。哈哈，女人，这一下你发大财了。你不是说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不可能长人参吗？2刻钟后，一人一蛋湿漉漉的从水帘后面走了出来。女人，这样的野山参太扎眼，太容易引人眼红了。你还是赶紧将这颗野山参藏入纳戒之中，免得招贼人惦记。驴蛋，这水塘里应该有鱼吧？哎，你问的这不是废话吗？这么大个水塘，肯定有鱼。哼，太好了。臭丫头，你想做什么？驴蛋，你是遨游四海的蛟龙，抓鱼应该很厉害吧？嘿嘿，根本就不用我自己抓鱼。想我还是蛟龙之躯时，我只要往水里一扎，鱼儿就自己往我身边游。这么厉害吗？花如意忽然伸手将他给抱住，驴蛋还没反应过来，就感觉一阵头晕目眩，紧接着耳边扑通的一声。臭丫头，你敢扔我？我可是你系统爸爸！系统爸爸，今晚的晚餐就拜托你了。我是蛟龙，是你高贵的系统爸爸，你竟然让我抓鱼！你不给我抓鱼，难道是因为你变成蛋后战斗力弱到连几条鱼都对付不了吗？啊！谁跟你说我弱到连几条鱼都对付不了了？哼，可恶的臭丫头，你给我等着！你爸爸我这就潜下去抓几条鱼给你看看。哼，臭丫头，还敢说我战斗力弱到对付不了几条鱼吗？不敢啦，系统爸爸你最厉害了，有这些鱼足够了，
给这堂子留几条种。系统爸爸，你赶紧上岸吧。将镰刀别在后腰上，拎着一串鱼，沿着来的路慢慢往回走。哎呀，这都晌午了，二娘咋还没回来呢？二娘离开都快2个时辰了，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二奶奶现在可好了，给我蛋羹吃，又给我肉吃。爹娘，我不要二奶奶出事。堂弟别哭，二奶奶脑子活络，懂的东西多，一定不会出事的。堂弟，您快别哭了，你哭我也想哭。我相信大哥说的，二奶奶一定不会出事的。山林大，杂草树木疯长，林子里一天一个样，容易迷路。二娘这2月从未进山，兴许是在哪儿迷路了，我去找找。花如意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不知走了多久，眼前的景物越来越熟悉。就在这时，一阵哗啦啦的动静从前方传来，进了花如意的耳中。丫头，前面有动静，莫不是这附近有豺狼？花如意也担心遇上豺狼，正伸手去取插在后腰上的镰刀，一簇熟悉的藤蔓进入了他的视线。应该不是豺狼，听刚才的动静，应该是有猎物落网了。啊，这破网子竟然真的能抓住猎物啊！嘿嘿，丫头，你可真行。这可不是破网子，这是人类祖先留下来的智慧。地上的野菜饼还没吃掉一半，这兔子就踩中了你布置的陷阱。哎呀，该说这只兔子倒霉呢，还是该说丫头你自带锦鲤好运呢？花如意低头往脚下一看，这才发现他刚才放的野菜饼还剩下大半。他将兔子解了下来，用树藤将兔子4脚绑住后，重新像之前那样将陷阱布置好了，这才一只手拎鱼，一只手拎兔，沿着来时的路继续朝前走。二娘，二什么娘？累死我了，还不赶紧过来帮忙？好。二娘，你是不是去了阴水塘？一个跟咱们家一间房差不多大的水塘，我也不知道叫啥名字，不过水很干净，鱼挺肥。二娘，以后别再一个人往那里去了。那里又不是深山老林，为何不能去？以前有人淹死在那水塘里，之后每隔几年就会有人或者家畜淹死在那水塘里。久而久之，这附近10里8村的人都不敢再上那个地方了。大家都说那堰塘底有脏东西，脏东西找替身，所以每隔几年就会有人或者家畜淹死在那水塘里。二娘，好在你去的时候白天，又正好临近晌午，阳光好，否则，哎呀，原来如此。这一路走来，花如意都没搞明白，那么大一颗人参，又不是在深山老林里，怎么会没人瞧见呢？驴蛋，你下过那堰塘？那堰塘里有脏东西吗？脏东西倒是没有，但是那水里呀，有几个大漩涡，普通人或者家畜要是掉进那漩涡里，基本上是爬不上来的。不过那漩涡对你系统爸爸我来说是小菜一碟。哼，难怪每隔几年都会有人跟家畜死在那水塘里。没有脏东西就好，以后想吃鱼了还可以去那堰塘里抓。花如意说着，侧过脸，2道笑眯眯的目光落在驴蛋身上。我是你系统爸爸，不是你的捕鱼工具。知道，但是能者多劳吗？丫头，你可算承认你系统爸爸我有能力啦啊！是的，毕竟是修炼了万年的蛟龙嘛，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个道理我是懂的。就算你历劫失败，修为尽失，也不能拿你跟普通蛋相比。这还差不多啊！看在你这么有眼力劲儿的份上，以后想吃鱼了就告诉你系统爸爸，你系统爸爸我给你抓，你要多少，系统爸爸就给你抓多少。爹跟二奶奶回来了。娘，大哥，爹抓了好多大鱼，还有一只兔子。大哥，今儿晚上咱们是不是又可以吃肉啦？好像是的。
大哥，你掐我一下。甜妹，好端端的让我掐你做啥？昨儿吃肉，今儿又吃肉，我感觉咱们家现在的日子像过年一样，有点不真实。哎，是真实的，爹跟二奶奶带大肥鱼跟野兔回来了。他爹咋弄了这么多鱼，又弄了一只兔子呀？我哪有这本事？这些鱼跟这只野兔全是二娘抓到的。这附近没有河。二娘，你去了阴水塘了？那水塘不干净啊，前些年经常出事儿，这几年没人往那儿去了，这才稍微停息了。好了，我这不是好端端的回来了吗？我以后不去就是了。在山里转悠了一上午，花如意饿得前胸贴后背，一口气儿没歇上。在山里转悠了一圈，我快饿死了。老大媳妇儿，还有吃的吗？花如意看准一窝蒲团似的草，一屁股坐了下去。二奶奶吃饼。二奶奶野菜饼子干，就这水吃。花如意从两个小东西手里接过饼子跟水，饿得正打算一口咬下去，忽然意识到自己手里的饼子挺大块的。甜姐儿、鹏哥，你们吃过了吗？我跟弟弟已经吃过了，二奶奶你就放心吃吧。娘给我们吃了很多，我们不饿。二奶奶不太喜欢吃野菜饼，这么大块野菜饼，二奶奶一个人可吃不完啊。花如意说着，对蹲在旁边扒野菜的赵俊招了招手。二奶奶有事吗？当然有事啊。花如意给三个孩子一人塞了一块饼子。二奶奶吃不完，你们帮二奶奶分担一些。二娘，你吃了午饭就坐这儿歇着，下午啊由我们几个干活就成了。我现在呀去捡些干柴来生堆火。虽然眼下已经4月末了，但林子里不见阳光，还是有些冷，得将你身上的衣服跟头发烤干，免得染了风寒难受啊。娘，我跟你一起去捡柴。二奶奶，天色不早了，咱们该回家了。这么多鸳鸯藤，你们上哪儿摘的？这片山头的蘑菇跟野菜都摘得差不多了，我寻思时间还早，就带着秋菊跟3个孩子去树林稍微深一些的地方寻鸳鸯藤，不到1个时辰就弄了这些回来。今年林子里的鸳鸯藤长得比去年好，明儿个我再带着秋菊跟3个孩子来山里转转，弄些银丹草回去。做驱蚊香包只需要用到鸳鸯藤的花跟银丹草的叶子，明儿再上山挖掉鸳鸯花跟花骨朵，将藤蔓留着，明儿春上还能发芽呢。摘银丹草时可以用镰刀割，将根留着，有根在土地，明儿个也能发芽。对了，明儿个是不是新田镇赶集啊？明儿4月24了，确实是兴田镇赶集的日子。二娘，你明儿个想去镇上赶集吗？明儿个我就不跟你们上山找野货了，我去镇上转转，买些做香包的布料回来。这几天你们姑嫂俩弄些鸳鸯藤跟银丹草回去晒着，说不定下次赶集咱们就能去新田镇卖驱蚊香包了。那明儿个我让东升陪你一起去吧，你身子骨还没完全恢复，让东升跟着去帮你拎一拎东西。今晚吃鲜鱼锅贴饼，赶紧烧火。二娘厨艺真好。锅热，花如意从碗柜里取出油罐，一咬牙挖了满满一勺猪油丢在锅里。老二，咱们这儿猪板油多少钱一斤？现在是20文一斤，春耕秋收跟过年那段时间会稍微贵一些，大概是22到25文一斤。猪肉多少钱一斤？肥肉17文左右，瘦肉15文左右。二娘，你怎的连咱们这里的物价都忘记了呢？哎，忘了就忘了，哪来这么多原因啊？难怪自己昨个晚上多挖了一些猪油，罗氏心疼的跟要他命似的。猪板油这么贵，咱家干啥不买其他油吃？花生油、大豆油、菜籽油、芝麻油都很不错啊，不比猪油差。二娘，
你说的花神油、大豆油、菜籽油、紫玛油是啥呀？是花生油、大豆油、菜籽油、芝麻油。将鱼肉煎得两面金黄，花如意加了2瓢水入锅，旋即拿了盆和苞米面糊糊。咱们这儿不，整个南阳郡地区的老百姓，一年到头都种些啥玩意儿？粮食主要种植苞米跟小麦，水稻也有种，但是由于水稻的产量比较低，种植的人比较少。蔬菜主要种植萝卜、青菜、冬葵菜、韭菜、葱姜蒜。难怪这2日跟着罗氏他们上山，经过田间地头时，看到的农作物只有苞米、小麦跟苞米、小麦。二娘，你怎么了？锅开了呀？没事，咱们家的日子总会好起来的。不到半个时辰，老赵家厨房里就被浓浓的鲜香味弥漫。在院子里干活的几个人闻到肉香味，一个个都忍不住咽口水。这顿饭，老赵家几口人吃得满嘴油，肚儿撑。改善老赵家生活条件，恭喜宿主获得500经验币，请再接再厉。感情只要让老赵家的人吃饱饭，就会获得系统的奖励？这个问题好办。想得美！改变老赵家人对你的认知态度，以及改善老赵家人的生活水平，这是系统发布的初步任务。你以为每做一顿饭就会获得经验币奖励吗？哎，丫头，你太天真了吧！大姐你在家吗？这一个两个的都跑来找我的晦气，觉得我这个榆树村第一悍妇是浪得虚名，好惹是吧？哼！大姐，是我呀。陈巧巧，年方22，花如远妻子，性格温柔，唯唯诺诺，嫁得花家几年，接连2胎生女，不得花家二老喜欢，被花家二老分到一边单过，日子过得十分拮据。原来是三弟妹啊！听娘说，大姐你又活过来了。陈氏心里十分紧张的开口，结巴的厉害，连多看花如意一眼都不敢，感觉花如意要吃了他似的。大姐，你好些了吗？今儿个晚上，我用小麦粉烙了几个饼子，想着大姐你喜欢吃，就给大姐你送了2个来。多谢三弟妹。伸手接过陈氏手里豁了个口子的粗陶碗。三弟妹愣着做什么？进屋坐。今儿个晚上我掌勺烧的晚饭，三弟妹还没吃过我烧的饭吧？赶紧进屋小坐片刻，尝尝我的手艺。因为心里有些害怕花如意，不敢忤逆花如意的意思，只好愣头愣脑的跟着花如意进了老赵家的厨房。老二，你去烧火。老大，你将剩下的兔肉跟鲜鱼饼子热一热。大姐，哪有让大男人干厨房里活的道理啊？我已经吃过了，我不饿。东升春来，你们兄弟俩呀，不用忙活了。怎么就不能让大男人干厨房里的活了？大男人也是长着一张嘴要吃饭的。花如意将浑身别扭的陈氏拉到破木桌前。我家没这规矩，我家是男人女人各占半边天。男人想吃饭穿衣，平日里就得帮着女人做家务，不做家务那就饿着肚子裸奔。片刻功夫，赵东升就将剩下的菜热乎乎的端上了桌。这些剩菜，三弟妹你将就着吃。陈氏接过碗筷后却半晌不动筷子。三弟妹你咋不动筷子？难道嫌弃我给你吃剩菜？不，我已经1年没吃过肉了。大姐给我吃肉，我心里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可能会嫌弃呢？三弟妹啊，最近农活忙吗？不忙，家里地少，活啊都做完了。这几日我正琢磨着让阿远去镇上找个临时工作，赚点工钱补贴家用呢。那阿远可找到活了？哎呦，镇上的活也不多，哪有这么容易啊？
既然去镇上也不容易找活做，三弟跟三弟妹不如上山去采摘鸳鸯藤跟银丹草，采摘回家后卖给我，3文钱1斤。不过鸳鸯藤我只要花跟花骨朵，银丹草只要叶片。二娘在跟三舅母说正事儿呢，你喝个水，别搞得一惊一乍的。大哥，大嫂好像比以前凶呢。可不是嘛，有你二娘给她撑腰了。我觉得巧莲以后也会变得跟大嫂一样。大哥，以后咱家还有咱们男人说话的份儿吗？你们兄弟俩在那嘀咕啥呢？心里有啥想说的就大胆的说出来，别在那嘀嘀咕咕，像做贼似的。二娘，咱家现在的情况你是知道的，饱饭都吃不上了，哪来的钱从三舅母手上买鸳鸯藤跟银丹草？二娘，咱家算上3个孩子，目前有7个人可以干活，咱们完全可以自家人上山采鸳鸯藤跟银丹草。咱们家现在穷的连裤衩都买不起了，我知道，但你们兄弟俩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啊？鸳鸯藤的花期就4月跟5月，过了这段时间，无论是山上还是地头都采不到了，得趁着花期多弄些回家。咱家7口人，3个半大不小的孩子能摘多少啊？而且孩子们还小，总不能让孩子跟大人一样干活，这样影响孩子发育。你们兄弟俩还要顾着地里的庄稼，短短1个多月的时间能采多少回家？大姐，你需要多少鸳鸯藤跟银丹草啊？阿远还没找到活做，这些日子我跟阿远闲着也是闲着，不如上山去给你采鸳鸯藤跟银丹草。自家姐弟嘛，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大姐跟我们提银钱太见外了。瞧天色已经暗了下来，陈氏说着从凳子上起身。大姐，天色不早了，我就先回去了啊。你身子骨不好，晚上早点歇歇。明儿啊，如果天色好，我跟阿远就带着2个孩子上山去采鸳鸯藤。三弟妹，你先别急着回去。罗氏收到花如意的眼色，立马走去割鱼的水桶旁。三舅母，这鱼啊，你带回去给三舅父，2个妹妹补补身子。哎，这哪成啊？桶里还有好几条呢，你就别跟我客气了。小玉跟小满都在长身体，带回去给2个孩子改善改善伙食。小玉6岁，小满4岁，2丫头还瘦得跟猴儿一样。大姐，谢谢你，我替小玉小满谢谢你，谢谢你不嫌弃她们是女孩子。花如意将陈氏送到门口。娘，你能不能过来一下？啥事儿？弄这么神神秘秘的？罗氏将她拉进屋，转身就关起了房门。二娘，你明儿个要去集市买布，这些钱你拿着。老大家的，你存了私房钱？也不算私房钱，老二家的不是快要生了吗？我担心到时候难产，需要请稳婆接生，于是啊，就偷偷存了几个铜板。既然这是给老二媳妇儿存的请稳婆的钱，你现在拿出来给我做什么？见花如意迟迟不伸手接过去，罗氏上前一步，硬将布包塞进了花如意的手里。二娘，我相信你能赚钱，将这笔钱交到你的手上，我很放心。我觉得呀，将这笔钱交给你保管，到了老二媳妇生产那天，咱家不仅有钱给老二媳妇请稳婆，还有钱给老二媳妇买鸡蛋吃。既然你这么相信我，这钱我就收着了。花如意手头的确缺钱，罗氏都这么说了，他便将布包收了起来。东升，带着你娘去赶集呢。东升，你跟你娘今儿去集市卖啥？东升啊，听说你娘前几天掉茅坑里了，好些了吗？花如意脸色越来越黑，脚步也越来越快。二娘，你咋的了？我没咋地。带着比自己年纪大、比自己沧桑的儿子出门在外，这一时半会儿的，他心里还是有些接受不了呀。东升啊，不是说我蛮横霸道、泼辣不讲道理，在咱榆树村是出了名的吗？咋这么多人跟我们打招呼呢？二娘呀，你蛮横霸道、泼辣不讲道理，的确在咱榆树村是出了名的。但我老实憨厚、热心助人，在咱榆树村也是出了名的。所以刚才过去的那些人才会主动跟咱俩打招呼啊！我需要安静的适应适应。从现在开始，
到抵达镇上之前，你别跟我说话。哟，这不是大姐吗？不等花如意扭头，一辆牛车就出现在了花如意的身边。因为地上有泥泞，花如意没来得及躲闪，被牛车的车轱辘溅了一些泥水。大姐，真是不好意思啊，阿海将牛车呀赶得太快了，刚才没来得及将牛车拉住，这才溅了大姐你一裤腿的泥。哎呦！唐氏话还没说完，忽然被一只手用力一拽，拽下了板车，刚好一屁股重重地坐在了地上的泥坑里。二弟妹，真是不好意思啊，我昨晚上枕着手臂睡觉，不小心将手臂压麻木了，这条手臂麻木到不受我控制了，这才不小心将二弟妹拽下了牛车。相公，你看呐，大姐又欺负我。花如海正打算开口，被花如意瞪了一眼。要去赶集就赶紧上来，不想去就赶紧折回去。花如海，你个没良心的，你大姐欺负我，你也不帮忙说句公道话，你说我嫁给你有什么用啊？现在觉得我没用了？昨晚上你不是喊得挺大声的吗？身后传来的骂声让花如意脚下一个趔趄，险些一脚踩进泥坑。卖鱼喽，卖鱼喽！新鲜肥美的大草鱼，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二娘，你声音稍微小些。吆喝叫卖，声音就是要大。老大，你会不会卖东西啊？家里有东西需要卖，都是慧娘跟巧莲来镇上。那你就别废话了，赶紧跟我一起吆喝。卖鱼了，卖鱼了，新鲜又肥美的大草鱼，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老大，你是没睡醒还是早上没吃饱啊？咱家茅厕里的蚊子嗡嗡两声，都比你吆喝的响亮。老娘们儿，你这鱼怎么卖？这位大哥，请问你看中了哪一？不卖。不卖？那你刚才吆喝啥玩意儿呢？我嫌他蛋疼，喜欢吆喝，你管得着吗？你个不知所谓、胡搅蛮缠的臭老娘们儿！嘿，你这人怎么能骂人呢？你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臭男人！你这臭老娘们儿，像你这么卖鱼，卖到天黑你也卖不出去一条。哼，就算老娘卖到天黑也卖不出去，也不卖给你这样的臭瘪三！给老娘滚！请你们两口子不要在这里嚷嚷着卖鱼了，耳朵都被你们吼聋了。朱富贵，42岁，男，业绩酒楼管事掌柜。这位业绩酒楼的朱掌柜秉性如何？待人可和善，好不好说话？不得而知。我们不是两口子，我们是母子。你们俩是母子？朱富贵不敢置信的目光在赵东升跟花如意之间转了转，真是一点儿都瞧不出来呀。是有些瞧不出来，这是我二娘，我二娘还比我小2岁呢。就算你们俩是母子，你们俩也不能在这里支摊子卖鱼，赶紧走吧。打扰了，非常抱歉，我们这就走。花如意一把拉住赵东升的胳膊，不让他收摊。敢问朱掌柜，我脚下踩的这条街可是属于你们业绩酒楼的？当然不是。既然不是，那我们将鱼摊摆在这里，又有什么问题呢？朱富贵被花如意三言两语问得哑口无言，气得摆了摆手后，有些不悦地将花如意瞧着。这摊子上的2条鱼我要了，请开个价吧。哼，2条鱼一共500文。500文？二娘，是不是太贵了？老大，你给我闭嘴吧。大妹子，就你这2条死鱼能卖80文就已经很不错了。我给你80文，你愿意卖我就买，你若不愿意卖，我只能找几个伙计出来请你们母子俩离开业绩酒楼了。有句话叫做高手在民间，不知朱掌柜是否听说过？好一句高手在民间。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公子，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4句诗听着像是在夸女人。虽然您的确风度翩翩，温文尔雅，芝兰玉树，
但楼下那位二娘用这4句诗夸赞您，您不觉得受到了羞辱吗？你懂什么？掌柜的，我想见一见楼下这2位，麻烦你给安排一下。请公子稍等，我这就带这2位上楼来见公子。花如意2人就跟着朱富贵到了陶青信主仆俩所在的雅间。你们母子俩咋还杵在门口？我忽然觉得雅间有些闷热，小叔，将东西带上去，咱们去1楼大堂用餐。陶青信无意间瞥到花如意脚上的布鞋，一下子明白了。二娘，你怎么叹气了？唉，姓赛，你不懂。在下陶青信，敢问大姐贵姓？陶青信，男，20岁，京城人士，江淮县新任知县。系统，陶青信性格秉性如何？不得而知。那陶青信喜欢什么？不得而知。1问3不知，要你这个系统有何用？辱骂系统，对系统不尊重，扣除经验币20。你妹！你妹！我的意思是，陶公子呢，你风度翩翩，温文尔雅，是不可多见的俊美公子。大姐，你过奖了。我姓花，叫花如意。陶公子，我姓赵，叫赵东升，这是我二娘。他话音刚落，就遭花如意瞪了一眼，没看见他在跟小哥哥说话吗？二娘，去他大爷的二娘！二娘，我是不是说错话了？老大，你没说错话，你背着背篓走了那么久，应该累了吧？在旁边找位置坐下歇会儿。谢谢二娘。大姐对令公子真是关爱有加。令公子，去他大爷的令公子！他爹不在了，我这个做二娘的是要多关心关心他。陶公子，你嘱咐朱大掌柜，换我跟东升上楼，不知所谓何事啊？原来花大姐的夫君已经不在人世了，在下不小心勾起了花大姐的伤心事，实在是抱歉。我大龄嫁不出去，我那夫君久卧病榻，需要找个人冲喜，于是我就嫁了过去。刚拜了堂，我那夫君就双脚一蹬，去西天极乐世界报道了。我跟我那夫君没夫妻感情，谈不上伤心。花大姐，你是不是有鱼要卖？对啊，2条草鱼，大概10斤重。陶公子若是需要，我可以烹饪好，再将鱼卖给陶公子。正好陶公子还没吃早膳，只需要400文。花大姐，你那2条鱼我要了。小叔，取400文出来，递给花大姐。是，公子。朱掌柜，我得借用一下你业绩酒楼的后厨，不白借。小叔，再取100文出来，递给朱掌柜。是，公子。陶公子想用业绩酒楼的后厨，用便是了，这银钱就不用给了，就当是在下跟陶公子交个朋友。陶公子，我算了算，那2条鱼可以做5道菜，请问陶公子口味清淡，还是喜欢辣的？清淡的辣的我都能吃，难道花大姐都会做？是的，这2种口味我都能做几道菜，请陶公子稍等片刻，我这就拎着鱼去后厨处理。不瞒花大姐，我家公子初到江淮地区，有些水土不服，加上吃不惯本地的食物，隔3差5病倒，人已经瘦了一圈了。花大姐，你做的菜合我家公子的胃口，不知可否请花大姐跟我们回去，给我家公子做一段时间的厨娘？小叔，不得无礼，叔同小叔无礼，我代小叔向花大姐道歉，还望花大姐勿怪。不打紧，这位小哥也是关心公子你，可以理解。那花大姐可愿意随在下回去？请花大姐放心，在下一定不会亏待了花大姐的。多谢陶公子的美意，但我家中有即将临盆的孕妇需要照顾，无法随公子回去做厨娘。没关系，
不过今日在业绩酒楼相遇，证明我跟公子是有缘分的。我知道一个治疗水土不服的偏方，若公子不嫌弃，我可以将那偏方写出来，免费赠送给公子。小叔，笔墨伺候。是啊，公子。花如意下笔如行云流水，很快将药方子写好了。按照这方子抓药，然后将药材切碎了，装进香囊里，让你家公子随时佩戴着。不出半个月，你家公子水土不服的问题就能解决了。花大姐，既然你能将这么好的药方子赠送给我家公子，可否将桌上这几道菜的做法一并写出来，送给我家公子？家常小菜能入得了陶公子的嘴，是我的荣幸。若是陶公子不嫌弃，我愿意将这桌上3道菜的烹饪方法写给陶公子。这怎么好意思？哎呀，没啥不好意思的，就当我用这些东西跟陶公子交个朋友，朋友之间互相赠送一些小东西，不是很正常的吗？陈小哥，麻烦再借用一下文房四宝。花如意接过笔，埋头书写。谢花大姐。陈叔从花如意的手里接过烹饪的方子后，淘气性提笔，将自己即将落脚的地址写了出来，双手捧着递到了花如意的面前。花大姐，这是在下即将落脚的地址，以后花大姐若是有什么需要在下效劳的地方，尽管按照上面的地址去找在下，只要在在下能力范围之内，且不违反道义效益的，在下一定鼎力相助。我家住在距离新田镇10几里路的榆树村，以后陶公子若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到榆树村找我。二娘，时间不早了，你不是还要买布吗？咱们得赶紧离开了。陶公子，我跟东升还有事情要办，就先行一步了，你慢慢吃。花大姐慢走。小叔，帮我送送花大姐。小哥，我想见你们药行的掌柜，我是来卖药材的，得跟你们掌柜的谈。掌柜，有个大娘来卖药材，想见你。店里只看病抓药，卖药材的到后院来。大娘，掌柜让你去后院谈，请跟我来吧。好。两人一前一后朝着平安药行的后院走去。这位大姐，你有啥药材要卖的，拿出来瞧瞧吧。我手里有颗野山参，不知平安药行收不收？野山参在哪里呢？花如意缓缓地自袖中将那颗野山参取了出来。大姐，你手里的东西并不是人参啊。不是人参？怎么可能？我家老大昨儿个在山里挖的，说这就是人参。我行医救人这么多年，还能够看错？说了不是人参就不是人参，莫不是我一个大男人还诓你一个妇人不成？掌柜的，这不是人参，那是什么？这东西叫商鹿，又叫倒水莲、山萝卜，长得像极了人参，但并不是人参。哎呀，既然不是人参，这下又卖不了钱了。原本还想着卖了这颗人参，割些肉回家给家里的几个孩子补补身子呢。既然这东西不是人参，那我就不打扰掌柜的了。大姐，慢着，这个东西虽然不是人参，但也是一种药材。我们平安药行也收这种药材，只是远没有人参值钱。掌柜的，那依你之见，我手里的这颗萝卜值多少钱呢？这样的药材原本顶多能够卖40文，我念大姐家中有个孩子要养，就给大姐你50文，大姐觉得如何呀？不卖，掌柜还是留着50文自己用吧。我觉得这颗山萝卜不错，准备带回家炖萝卜汤给我家那几个孩子吃。大姐，这山萝卜是有毒的，可不能炖给孩子吃。哼，既然东西有毒，掌柜不怕买了将自己毒死吗？花如意懒得跟这种人废话，两句说完，转身大步往外走。那个又老又丑的女人竟然这么不好护的。赵山鳖，男，46岁，平安药行掌柜，坚定狡猾。赵鳖三，这名字取得真是清新脱俗。读音错误，是赵山鳖，赵钱孙李的赵，大山的山，王八的鳖。他实在没忍住，在穿过平安药行大堂的时候乐出了声。
这个朝代的人相信建名好养活，给孩子取名山王八是很寻常的事情，没什么好笑的。我都已经出来了，系统，你再给我说那山王八的性格特征有什么用啊？早点说，我就知道那是个坑人的玩意儿，连那后院我都不进去了，浪费时间。宿主，你在赵山鳖面前暴露了那颗人参，结果又不将人参卖给赵山鳖，以赵山鳖的性格，可能会贼心不死。出了平安药行这道门后，你须得谨慎小心。出了平安药行之后，目光快速的在平安药行大堂内一扫，果然瞧见了2道鬼鬼祟祟的身影。驴蛋，有人欺负我，你帮我报仇。丫头，瞧你刚才那凶狠的眼神，我还以为你要亲自动手收拾那只山鳖呢。敌人太多，我就一双小拳拳打不赢。哎呀，丫头，你能不能正常点说话呀？蠢蛋，你不答应帮忙，莫不是因为弱到连几个凡夫俗子都对付不了了？那我要你这个助手有何用？谁说我能力弱到连几个凡夫俗子都对付不了了？我迟迟没答应你，那是因为被你刚才那装模作样的心情恶心坏了。哼，说吧，要我怎么帮你？据说你们蛟龙一族有不语控制雷电的能力，那你就下一道雷电，帮我将平安药行的后院炸一个大坑出来。记住，别伤到无辜的人。晴空万里，阳光普照。忽然间，飘来一朵黑漆漆的乌云，将平安药行整个笼罩了起来。哎，怎么回事？天怎么忽然黑了？怎么就平安药行的天黑了？其他的地方还是亮堂堂的。莫不是平安药行里有脏东西啊？二娘，你没事吧？我又没做啥亏心事，能有啥事儿？别傻愣着了，走了，带我去找布庄，买布料了。二娘，布庄到了。高氏布庄？这高氏布庄的老板夫妇俩为人很和善，而且他家的布料售价跟其他几家布庄相比便宜许多。老大，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惠娘说的，惠娘觉得这家店的老板夫妇俩为人不错，在我面前念叨了几句。那咱们进去吧。一对中年夫妇正在码货打扫柜台。大妹子，想看布料吗？何灵芝，38岁，高氏布庄老板娘，性格温和，待人和善。高建平，40岁，高氏布庄老板，敦厚老实，本分守纪。是的，老板娘，你家可有柔软一些的布料？若是有，拿来给我瞧瞧。有啊，昨个进的那批货就有几匹手感柔软的。大妹子，你们坐在这里等会儿啊，我这就去将那几匹布取来给你瞅瞅。不大一会儿，何氏就跟丈夫一起将5匹崭新的棉布抱到了花如意2人的面前。大妹子，这些呀都是昨个新到的棉布，这种棉布穿在身上不仅柔软舒适，还十分透气凉快。你慢慢挑啊，看上了哪一匹给我说就是了。就这匹粉色的跟这匹藏青色的吧。二娘，咱们不是来布行买些碎布头回去做香囊的吗？你看这些棉布做啥？这5匹棉布呢，是用上等的棉花纺制的，原本呢是250文一匹，若大妹子要2匹，我给大妹子一些优惠，2匹布一共400文。二娘，你若坚持要买布，买1匹就是了，2匹布400文，你今儿卖鱼赚的银钱可就1个子儿都不剩啊！买1匹布哪够做衣服？俊哥跟鹏哥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的，补丁补了一块又一块，那裤子破的连屁股蛋子都快包不住了。那匹藏青色的布适合男孩子，买了回去，让惠娘跟俊哥、鹏哥一人添着2套衣裳。若还有剩余的布头子，就给俩孩子一人做一双单鞋。俩孩子每天打着赤脚在村里跑来跑去的，你这个做爹的不心疼，我这个二奶奶看着心疼。八字吉利，大妹子，我再给你便宜20文，2匹布料一共收你380文。哎呀，老板娘，这怎么好意思呢？
我家呢是薄利多销，就算2匹布380文卖给大妹子，我还是有的赚的，只是赚的稍微少一些而已。大妹子心地纯良，我愿意给这优惠价，就当我交大妹子这个朋友。那就多谢老板娘了。将刚才才卖鱼赚的400文取了出来。老板娘，这里是380文，请你过目。正好380文。老板娘，这一袋的碎布需要多少钱？这些布料碎成了这样，对我来说没啥用了。既然大妹子瞧得上，那就直接带走。不瞒老板娘，我买这些碎布头子是为了做驱蚊香囊。既然老板娘不肯收我的钱，那等我将驱蚊香囊做好了，给老板娘赠送几个驱蚊香囊。哎，可是将那香囊佩戴在身上，可以驱赶蚊虫。没错。哟，那可是个好东西啊。老板娘，你若是对驱蚊香囊感到好奇，不如咱们联手做这笔买卖。啊？如何联手啊？还望大妹子详说。我负责采集药材，制作驱蚊香包。待驱蚊香包做成了，可放在高市布庄售卖，赚到的钱我分2成给老板娘。老板娘，你看如何？成交。鱼卖了，布买了，今儿个来赶集的2个任务完成了。二娘，时间不早了，咱们回了吗？还没到晌午，早着呢。人参没卖成，除开罗氏昨儿个晚上给的大概30文钱，他浑身家当就只剩下布袋里的20个铜板了。老大，带我去逛逛猪肉摊吧。二娘，咱们现在可就只剩下20文钱了，去逛猪肉摊子做啥？先前在家里，你们不是说猪牛羊的下水不值钱吗？咱们去肉摊子看看有没有下水卖，若是有就买一些，若下水真的不值钱，20文钱应该能买好些回家。老板，这笼猪小肠多少钱？我要了。大姐，你刚才说你要买这笼猪小肠？老板，这笼猪小肠多少钱？除了这笼猪小肠，你这里可还有其他猪下水？若是有，一并拿给我瞧瞧。若是价格合适，我全都要了。好啊！不大一会儿，老板就将2笼新鲜的猪大肠、2只新鲜的猪肚子，以及一些被剔得干干净净的猪骨头搁在了肉摊的案板上。二娘，这玩意儿比咱们家茅房的味道还臭，你真打算买吗？大姐，你真打算买吗？要买。小哥，这些猪下水一共多少钱？这些猪下水我本来是打算用来喂狗的，既然大姐要买，那就10个铜板吧。这是10个铜板，小哥你数一下。肉摊老板正愣着从花如意的手中接过铜钱，旋即便用稻草搓成的绳子将案板上的猪下水、光骨头一股脑的捆了起来，拎着递给了花如意。老大，你杵着干啥呢？莫不是想让我拎着这些东西回家？赵东升这才硬着头皮伸手从肉摊老板那里将猪下水接了过来。回去的路上，花如意快步走在前面，跟赵东升保持了差不多1丈的距离。哎呦，咋这么臭呢？大姐，莫不是你掉进粪坑里，身上大粪味还没干净啊？唐青莲，早上从牛车上摔下来，还没摔够是不是啊？你要是觉得没摔够，我可以再帮你一把。唐氏早上被花如意从板车上拽下来，一屁股摔在地上，尾椎骨那里现在还隐隐作痛呢。老大，脚步快点，肚子饿了，赶紧回家烧午饭吃。娘，二婶，二奶奶跟爹回来了。二奶奶，你热不热？二奶奶，你饿不饿？二奶奶，你渴不渴啊？二奶奶，你坐下来歇会儿。二奶奶，你喝水。二奶奶，我给你打扇子。二奶奶歇会儿，去厨房给你们做好吃的。二奶奶还买了布料，让你们娘给你们做新衣裳。俊哥、鹏哥是那匹藏青色的布，田姐儿是那匹粉色的。厨房里，罗氏一边熬着野菜苞米糊糊，一边扭头问进屋喝水的丈夫：“今儿带去的那2条鱼都卖出去了？”“卖出去了。”赵东升站在水缸边，端着木瓢咕咚咕咚给自己灌了半瓢凉水后：“
二娘卖出去的，在业绩酒楼卖给了一位姓陶的公子，2条鱼卖了400文钱。赵东升一句话，吓得罗氏手里的锅铲掉了下去。哎，你小心点，咱们家就这2口旧锅，要是砸出洞了，烧饭都没锅了。你跟二娘今儿个去了业绩酒楼？哎，东升，你跟二娘今儿是怎么去业绩酒楼卖鱼的？说来听听啊。见媳妇儿这么好奇，赵东升只好将业绩酒楼卖鱼的过程简单说了一遍。那业绩酒楼的掌柜见二娘厨艺好，邀请二娘去业绩酒楼做厨师，二娘给拒绝了。哎呀，真可惜。二娘愿意做就做，不愿意做呀就不做，你叹啥气呢？莫不是你想让二娘赚钱养咱们一大家子呀？惠娘，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希望二娘去镇上干活，给自己存些家产，将来好改嫁。我一个大男人有手有脚的，怎么可能指望着二娘赚钱养家啊？二娘醒来之后呢，变得很有主见。二娘既然拒绝了业绩酒楼掌柜的邀请，那必然是有原因的呀。东升哥，这件事儿你以后就别提了啊，免得二娘听了心里不高兴。秋菊、巧莲，你们也记住了啊，以后别在二娘面前提这事儿。对了，二娘今儿用卖鱼的钱买了2匹棉布，让给3个孩子做新衣裳。俊哥和鹏哥用那匹藏青色的，田姐用那匹粉色的，粉色的有剩余就给未出世的孩子做胎衣跟尿布。买了2匹棉布？哥，那2匹棉布花了多少钱啊？在镇上的高氏布庄买的是上好的棉布。二娘说了，孩子皮肤娇嫩，尤其是小婴儿，得用最好的棉布做衣裳。2匹布一共花了380万。花如意歇了一阵子，端着空碗进来，正好见厨房里的几个人，你看我，我看你，大眼瞪小眼，一个个都哑巴了。你们4个是在玩木头人的游戏吗？老大家的，这锅都糊了。罗氏这才回过神来，拿着锅铲翻动了几下锅里的野菜苞米糊糊。二娘，我替3个孩子，跟我这还没出世的孩子，谢谢你。恭喜宿主，给老赵家3个孩子以及未出世的孩子添置新衣，是一个合格的二奶奶，获得1000经验币。嗨，就因为这事儿，你们一个个就你看我我看你，愣在厨房里不好好做饭，是想饿死我吗？二娘，苞米糊糊马上就好了，你再去院子里歇会儿，乘凉。午饭好了，我叫你啊。不歇了。今儿买回来的那些猪下水呢？啊，在木桶里呢。老大媳妇儿，苞米糊糊熬好了，你将铁锅洗刷干净，我一会儿炒菜。花如意嘱咐了罗氏一句，就打水倒进木桶里清洗那些猪下水，将猪大肠、猪小肠以及猪肚子里里外外都清洗了好几遍。哎呦，哎呦，丫头，你悠着点儿，你现在是30岁的老姑娘，不是22岁的小姑娘啊。二娘，我扶你过去坐会儿。不坐了，给我腰上吹几下就好了。二娘，你让我沾这橙子叶做啥？去腥的，丢锅里跟那些猪下水、猪骨头一起煮。罗氏按照花如意的话，往锅里加了几瓢水，旋即将清洗干净的猪下水、光骨头、橙子叶逐一下锅。哎呦，二娘啊，我闻着这些油脂，还有一股子猪大肠的味道，这样子炼出来的油能吃吗？咋不能吃？待会儿炼出油了，丢几片橙子叶下去炸一炸，用橙子叶的味道盖住猪大肠的味道。姐真的将那些猪下水下锅煮了？哎呦，大姐是想吃肉想疯了吗？这么臭烘烘的东西，光是闻着就想吐，如何下得了嘴？哎呀，安海，你先别说话，咱们再瞅瞅。很快，老赵家厨房里就弥漫出一股子橙子叶的清香味儿。哎呦，二娘，你这法子果然行啊！炼油剩下的油渣别丢，用碗盛起，搁在碗柜里。明儿个给孩子们烙油渣野菜饼子吃。哎，老大家的，家里有辣椒吗？二娘啊，啥是辣椒啊？随口一问，没有就算了。家里有蒜吗？哦，没有，那玩意儿就是炒菜时的佐料。
能当菜填饱肚子啊！咱们村儿几乎没人种那玩意儿。老大媳妇儿，那你去院子里拿些薄荷草进来洗洗干净，我一会儿要用。啊，好。锅里沸腾之后，加入罗氏清洗干净的薄荷草。薄荷草虽然没有辣椒、葱姜蒜好用，但也能增香提味。哎，好香啊！二奶奶跟娘他们在做什么好吃的？自从二奶奶醒来后，咱们家天天都有好吃的。鹏弟，走，咱们去厨房看看二奶奶他们在煮什么好吃的。哎呦，好香呀！原来猪下水是这么好的东西啊！海哥，你大姐今儿买了这么多猪下水回来，他们一家肯定吃不了。要不你进去管大姐要一些。今儿赶集的路上你才把大姐得罪了，这会儿子大姐怕是气还没消呢，能给咱们东西吗？成哥宝哥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最近天天跟着咱们吃粗苞米面。哎呦，我可怜的两个孩子呀！二哥二嫂，你们在这里做啥呢？哎，老三媳妇儿，你们摘那些鸳鸯藤、银丹草做啥呢？哦，这些东西是大姐要的，我们帮大姐采的。我们也不知道大姐要这些东西做啥。二哥二嫂，既然没什么事儿，那我们就先进去了。陈氏两句话说完，拉着大闺女就进了老赵家院子。大姐，我跟远哥今天采了一些鸳鸯藤跟银丹草，跟你哥什么地方啊？原来是三弟跟三弟妹啊，来得正好。我刚烧好了午饭，你们俩将东西搁院子里，带俩孩子进来洗把手，跟我们一起吃午饭。大姐，你身体好些了吗？好着呢，别傻愣愣的站那儿，赶紧将东西放下，带着你媳妇儿闺女进来吃饭。娘，我肚子饿。娘，今天中午只就着白开水吃了半块苞米面烙的饼子，我肚子也饿。小满、小玉，大姑今儿中午炖了很多肉肉，想不想跟大姑进去吃肉肉啊？想。我今儿呢去青田镇赶集，买了很多猪下水回来，将猪下水跟鱼一起炖的，炖了满满的一锅。我带俩孩子进去吃了，你们夫妇俩要是不嫌弃呢，就一起进来。花如意撂下一句话，一只手牵起一个丫头，朝着厨房走去。既然这是大姐的一片心意，咱们也跟着去吧。大姐对咱们的好，咱们俩记在心里就是了。以后啊，大姐若是需要用到咱们俩的时候，咱们俩努力帮一帮大姐就是了。海哥，你也赶紧进去问大姐要吃的呀，不然好东西都被你大姐送给老三一家4口了。唐氏激动之下，没轻没重的推了花如海一下。哎呦，你这个瓜婆娘！大姐，娘虽然向着二哥一家些，但是总归是生养咱们姐弟的母亲，你能不能别管娘叫梅氏那老婆死的，让外人听见多不好啊。谁对我好，我就对谁好。梅氏为了填补二儿子一家，1两银子就将我卖给了老赵头，一头肥猪还值3、4千文呢。我这个闺女在他心里连头猪都不如，我没骂他没干菜老不死乌龟王八蛋，就已经很有涵养了。姐在吃午饭呢。哎呦，老三跟三弟妹也在呀，还真巧。哼，又想从我家打秋风？咋能叫打秋风呢？看见老赵家饭桌上摆了满满一盆肉汤，顿时把他馋得咕咚咽唾沫。自家姐弟互相帮衬是应该的，老三一家不也在吗？放你的狗屁！老三，你刚才是在跟我说话吗？我不是跟你说话，我是跟鬼说话吗？花如远放下碗筷，起身走去门口，将花如海堵住。你何时将大姐当长姐尊敬了？爹娘为了1两银子要将大姐卖给老赵头的时候，你跟二嫂一个屁都不放不说，反而怂恿爹娘赶紧将大姐卖给老赵头冲喜，那可是卖大姐才得到的1两银子啊！你跟二嫂拿到银子，就欢天喜地的跑到镇上割肉吃，你们夫妻俩良心大大的坏，简直是猪狗不如！现在知道找大姐要肉吃了？吃个屁，屁都不会给你们吃！只要有我在，你跟二嫂甭想再欺负大姐。
老三儿，你他妈是个吵架的人才啊你！让大姐见笑了。不见笑，不见笑。好你个花如意花如圆呀！你们俩居然联起手来欺负我！好啥呢？哭丧吗？要哭丧，滚回你们老花家哭去！花如海，你要是将你们老花家那2个祸害相邻的老作精给薅死了，整个榆树村的人都会敲锣打鼓的感谢你。娘呀，娘呐！大姐跟老三联手欺负我！花如海，你丢不丢人啊？这么幼稚的话，亏你说得出口。回去找娘告状。你都快30岁的人了，还没断奶吗？姐，若是爹娘因为二哥的事跑来找你算账，你就说是我欺负的二哥。爹娘重男轻女，我虽然不得爹娘的宠，但始终是老花家的男丁。你这么说，爹娘不会太为难你，也不会将我怎么样。不会太为难你？哼，那2个老不死的，若是将你当老花家的男丁，当初分家的时候，能只给你2块种啥死啥，连个屁都种不出来的薄地，小玉跟小满能瘦得跟干柴似的。没过一会儿，花如远一家4口也吃饱了。东升、蓬莱、惠娘、巧莲，今儿多谢你们的款待。我跟巧巧目前也没啥好东西感谢你们，这往后啊，你们若是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随时来找我们。大姐年纪轻轻就守了寡，着实是命苦。这样的事情无论是落在谁的身上，心情都不会好的。若是大姐偶尔情绪不好，还请你们多担待一些。三舅母，二娘她现在已经转了性子了，既然二娘拿我们当一家人待，我们以后断不会亏待二娘的，请两位放心。得到了赵东升的答复，这才安安心心的叫上妻子跟2个闺女离开。哟，你们一家4口可算知道回来了。啊，爹娘，我怕。爹娘，我也怕。娘，你咋来了？你给我闭嘴！我在跟你男人说话，没你插嘴的份儿。娘，巧巧做错了什么？她不就问了你一句，你这么凶她做什么？哼，拳头握这么紧，还想打我这个娘不成啊？啊！你若不是我娘，我能容忍你如此欺负巧巧、小玉跟小满？梅氏手里的棍子有些长，生怕他手里的棍子伤了陈氏跟2个孩子。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以后你休想再欺负巧巧、小玉跟小满。华如元，你知不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呀？你若不是我娘，像你这种恶毒、善恶不分、是非不分的老太太，我压根儿就不想搭理。阿如海2口子给你告状了，说我欺负他们了。没错，我今儿就是欺负他们了。他们2口子就是皮子痒痒欠收拾，我只是骂了2句没有动手，已经很有涵养了。华如元，你是不是跑去跟花如意那泼妇学的啊？终于想起花如远今儿这说话的语气像谁了。好你个花如意呀！啊，自己忤逆不孝不说，还带坏别人。骂自己的亲生闺女泼妇，您老可真行，真有良心。这不关大姐的事，你别去找大姐的麻烦。华如元，老娘最后问你一句，你今儿给不给你2哥2嫂道歉？道歉，三叔，你赶紧向我爹娘道歉。对，三叔，你得道歉，不然奶奶是不会原谅你的。巧巧、小玉、小满，这我今天把家里的地跟房子弄丢了，你们会不会怪我？那些都是身外之物，丢了就丢了。只要远哥你还在我们母女3人的身边，我们母女3人就不会觉得天塌下来了。爹爹，我不会怪你。爹爹，我也不会怪你。好，爹爹知道该怎么做了。得了妻女的话，花如远转过身来。我并未做过对不起2哥一家的事情，为何要道歉？花如远，你是不是想跟我们老花家断绝关系呀？啊？不是我想跟老花家断绝关系，而是你何时将我当儿子看过？既然你老嫌弃我这个儿子多余，那断了这亲缘关系便是。好啊，花如远，你长本事了，竟敢用断绝亲缘关系威胁老娘了。梅氏以为花如远就是嘴上说说，不敢当真跟老花家断了来往。你们一家4口现在住的房子
还有你们家那2块地，当初都是老花家分给你们的。既然你们要跟老花家断绝亲缘关系，那便将房子以及那2块地归来给老花家。对，还地还房子，将地跟房子还给我们。老三，可别将断绝关系搁在嘴上啊！你若是敢跟老花家断绝关系，我将名字倒过来写。那你以后可以改名叫海如花了。侧身对着妻女温声细语的开口：巧巧，你带着2个孩子去将村长请来，记住，别将动静闹大，惊动大姐。啊，我知道，我这就去。没事呀，没事，你这一天到晚不折腾你大闺女，就折腾你小儿子。大闺女被你卖给了老赵头冲喜，你现在又逼着小儿子跟你断绝关系，等你将来老了，能吃不能动了，看谁给你送吃送喝。我还有如海跟青莲呢，不用求那2个没良心，天煞！奶奶，爹刚才不是说以后改名叫海如花吗？笑啥笑啊？啊，有这么好笑吗？笑得跟放屁的声音一样。成哥不懂事儿，你几十岁的人了也不懂事儿啊！唐氏被没事瞪，不服气，又不敢说什么。花如园，你不是要跟老花家断绝关系吗？当着村长父子俩的面，你赶紧断！村长，河川兄弟，麻烦你们走这一趟了。梅氏跟我两看相厌，为了以后不再刺激到梅氏，我花如远如今愿意跟老花家断绝亲缘关系，请村长跟河川兄弟帮忙做个见证。好你个花如远啊，你个天煞的，居然真的打算跟老娘断绝关系啊！村长，麻烦你帮我们起草文书。唉，如远，你可想清楚了？我已经考虑清楚了，我跟老花家断绝亲缘关系，归还从老花家分到的房屋跟2块地，请村长动笔吧。你个恶婆子，活该如远要跟你断绝关系。田宝根拿着文书起身走回花如远的身边，不等田宝根开口，花如远就一口咬破了自己左手拇指的指腹，用带血的手指在2份文书的末尾摁了一下。没事，现在该你画押了。梅氏脸色有些泛白，一把抓起身边花如海的手，张嘴就咬了下去。等田宝根递文书过来，他抓着花如海带血的手就摁了下去。娘，村长让你画押，你干嘛咬破我的手，用我的手画押？你现在是老花家的顶梁柱，用你的手画押有什么问题吗？双方画了押，文书各自保留1份。老三，你现在已经不是我们老花家的人了，赶紧从那屋子里搬出来吧。老三，你将那2块地现在归还给我们老花家了，那地里的那些玉米……地还给你们了，但玉米是我跟巧巧辛辛苦苦种的，那是我们的。村长叔，你家那头老黄牛可需要叶草？啊！我种的那2块苞米正在抽穗，给牛当叶草应该合适。村长叔若是需要，就拿镰刀去地里将那些苞米割了弄回来喂牛。啊，好。多好的一个年轻人呢，被老花家的几根搅屎棍逼到了这份上。花如远，你个没良心的啊！宁愿将苞米喂牛，也不愿意留着孝顺爹娘。你这么忤逆不孝，就不怕老天下到雷劈死你吗？我现在已经不是老花家的人了，你跟我谈什么孝道？唐青莲，你再骂一句，我一巴掌抡你到墙上！哎呦，娘啊，老三这么凶的吗？2刻钟不到，夫妇俩就挑着东西从屋里出来了。奶奶，我要吃肉，我要吃鸡肉。小花生的蛋已经被你们吃了，你们不能吃小花。这鸡是吃老花家的粮食长大的，你们不能带走。老太太，你这话从何说起啊？
你们家的粮食是用我们老花家的地种出来的，这鸡可不就是吃我们老花家的粮食长大的。这鸡是小玉跟小满的，我看谁敢抢。花如远挑着一对箩筐，箩筐里正好有菜刀，他说着就顺手从箩筐里将菜刀拎了出来。奶奶，我们不要吃鸡肉了。你要做什么呀？花如远走过去还钥匙，吓得没事，一双老腿颤抖。虽然你跟老花家断绝了关系，但你是从我肚子里出来的，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你这么做是要遭雷劈的。既然还钥匙要遭雷劈，那我就不还了。哦，原来是还钥匙了。娘，我想跟你说件事儿。我们刚才回来时，经过了山神庙，见三舅爷一家在山神庙里。我问三舅爷是不是跟老花家吵架了，三舅爷什么都不肯说。二娘，我看这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你要不要去山神庙瞅瞅？不吃了，我去山神庙看看。二奶奶，我跟你一起去。二奶奶，我也跟你一起去。我也要去。瞧你们仨，脏的连人样都没有了啊！都待在家里，把自己洗刷干净了，让你们娘拿尺子给你们量一量，做新衣服、新鞋子穿。二奶奶，那你早去早回。二奶奶，那你路上小心，夏天有蛇，别被蛇给咬了。蛇肉好吃，若是碰到了，二奶奶就抓回来，给你们炖蛇肉汤吃。二奶奶，不要吓我！花如意的一句话吓得赵甜甜哇的一声钻进了赵秋菊的怀里。别哭了，二奶奶跟你们开玩笑的，蛇那么凶，二奶奶怎么会想吃蛇呢？二娘，我跟你一起去吧。山神庙在豺狼岭山脚下，距离村子有一段距离呢。这大晚上的，我不放心你一人去那儿。在赵东升的陪同之下，两人沿着村里的黄泥小道朝山神庙走去。娘，我害怕。娘，豺狼晚上会不会下山来？不会，豺狼只在深山老林里觅食，不会下山的。有爹在，爹会保护小玉和小满的。你怎么知道狼群不会下山啊？花如意是打算敲门的，山神庙的门被他弄塌了。他力气这么大的吗？不然呢？你以为十里八村的男人们为啥这么怕原主啊？你以为原主为啥30高龄还嫁不出去，最后只能被花家那俩冷不死的卖给老赵头冲洗？花如意不可思议地瞧了一眼自己的拳头，不是因为原主彪悍泼辣，名声不好，长着一双大脚吗？在花如意的记忆中，原主30高龄嫁不出去就是这2个原因，因为长了一双大脚，还被村里的人赐了一个美名花大脚。这只是其中2个原因，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呐，因是原主生来就大力，跟男人打架都不带怕的。像这样的女人娶回家，男人没准会被家暴。大姐，东升，这么晚了，你们怎么来了？老三，你听我解释，我就是想敲个门而已，哪成想……大姐，你力气比男人大，我知道，你不用解释，修一修应该还能用。大姐，你下次来敲门轻一些，别把这山神庙给弄塌了。这破门都摔成这样了，还修个屁啊！这山神庙破破烂烂的，风刮猛一些就能倒，不用我出手。花如远这才将手停了下来，一声不吭，一动不动地蹲在地上。今儿上午回去跟梅干菜那老钱婆吵了，被梅干菜那老钱婆撵出来的。不是吵架，是我跟老花家断绝了关系，当着村长父子2个面，在断绝书上画了押。从今儿个起，老花家跟我没有半点关系了，原先住的房子以及种的2块地都已经还给老花家了。你傻啊！眼瞅着地里的苞米就要收成了，你现在跟老花家断绝关系，将地还给老花家，亏不亏本啊？就算你想跟老花家断绝关系，那也等1个月后收了这茬苞米再断呀。
那2块薄地种啥不行，收不了多少苞米棒子。今天耽搁了村长不少时间，我心里挺过意不去的，就让村长去将地里的苞米割了，弄回家喂牛。大姑，我害怕。大姑，我也害怕，山上有豺狼。不怕，大姑在呢，大姑不会让山上的豺狼伤害小玉跟小满的。老大，可否……二娘，你什么都甭说了。就算那群豺狼不下山，这山神庙年久失修，破破烂烂的，也不能让三舅爷一家待在这里。老赵家的屋舍虽然不宽敞，但大家挤一挤，再多住4个人还是没问题的。还不赶紧去收拾一下，跟我们回去。大姐，东升，这样会不会太麻烦你们了？我又不白收留你们，你们2口子跟着我们回家，就要跟我们一起干活，等赚了钱大家一起分。大姐，我们不分钱，只要给我们一家4口吃饭，一个睡觉的地儿就行了。大姐，你要我们干啥？只要你吩咐一句，你让我们往东，我们绝对不往西。这样我跟梅干菜那老钱婆有啥区别？转身走到山神庙外的坝子里，借着灰蒙蒙的天光，目光在周围一扫。二娘，你在找啥呢？这大晚上的光线不好，啥也看不到。你要找东西，咱们明儿再来。老大、三弟，那些荒地你们瞧见了吗？大姑，我瞧见了，那些地只长草，种不出粮食，不好。小玉，这些地啊可是宝贝，种不出粮食那是因为不会种。这世上只有不会耕地的农民，没有种不出粮食的地。老大、三弟，瞧瞧，我想将豺狼岭山脚下的那些个荒地都开垦出来，这些个荒地可有主人。这些荒地种不出粮食，这附近几个村的人没人稀罕，连官府都懒得管。所以这些荒地不属于任何人，谁想要种都可以开垦。是这样的。接下来这段时间，你们有空就只管上山开荒，种子的事情交给我解决。巧巧跟2个丫头还是跟着慧娘他们一起上山采摘鸳鸯藤花跟薄荷叶，晚上可以跟慧娘他们一起做针线活。呀，二娘、东升回来啦！三舅爷跟三舅妈2位妹妹也来了呀。料想着花如远一家4口是将梅氏得罪了，被梅氏赶出了门，此时怕是还没吃晚饭。罗氏目光在2个脸上还带着泪痕的小丫头片子身上一扫，这大晚上的待在那破山神庙，2位妹妹怕是受惊了吧？哎呀，赶快进来。慧娘，那就辛苦你了。阿娘，咱们一家人不用说2家话。罗氏走去牵起花小玉姐妹俩的手。这晚上还剩了些苞米饼跟猪肚汤，热一热就可以上桌了。2位妹妹，跟嫂子去吃饭吧。慧娘、春来、巧莲、秋菊，以后怕是要麻烦你们了。以后有啥需要我们2口子效力的，尽管开口，别拿我们2口子当客人。因为太感动了，加上看到了一丝未来生活的希望，花如远说着说着，当着老赵家一家人的面，眼泪鼻涕一起涌了出来。大姐，让你见笑了。花老三，你害不害臊啊？刚觉得你敢跟梅干菜那老钱婆断绝关系是个铁铮铮的汉子，这还没过1天呢，人设就崩塌了。大姐，我高兴，我感动，你就让我再哭一会儿吧。陈氏见花如意已经没眼看了，尴尬的笑了笑，赶紧动手拉着花如远朝厨房走去。吃了晚饭，陈氏就领着2个闺女到院子里帮忙做香包。小玉、小满也会做针线？是的，大姐，小玉、小满2岁多，我就教他们做针线活了。花如意顿时感觉自己是个废物。二娘不废，二娘也不丑，只是皮肤现在不好，一黑遮3美了。二娘以后会逆袭的。还有多余的针，二娘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做香包啊？好啊。将自己做的长凳挪到赵秋菊身边。
我针线活做的有些差，秋菊，你教我。旋即将穿上了线的针递到了花如意的手边。花如意接过针没多久，赵秋菊就听到她痛苦地嘶了一声，紧接着花如意接二连三地嘶了好几声。二娘，你行不行啊？若是不行，就将针线放下。女人不能说自己不行。二娘，这是缝衣针，不是大刀，你得用巧劲儿。在罗氏的指导之下，花如意费了9牛2虎之力，可算缝好了一只香包。缝制香包成功，恭喜宿主获得5000经验币奖励，请宿主再接再厉。缝制香包竟然还能赚经验币，真是没想到啊！再接再厉。花如意一鼓作气又缝制了3只香包，一只赛一只的好看。驴蛋，你出来一下。哎呦，丫头，大晚上的别一惊一乍的。不是让我再接再厉吗？啊，我又做好了3个香包，怎么没有经验币奖励啊？系统只是让你再接再厉，又没说你再接再厉做了香包就能获得经验币奖励。我累了，我要回屋睡觉了。花如意一脸心累的表情，将手里的针线放下，瞅向了赵秋菊。我的房间腾出来，让给阿远一家4口。秋菊，从今儿个起，我得跟你挤一挤了。没问题啊，二娘，你愿意跟我睡，我高兴着呢。征得了赵秋菊的同意之后，花如意回屋将自己的几件破烂收拾好，用裤带一扎，一股脑的拎到了赵秋菊的房间。秋菊啊，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赵秋菊被花如意一句话吓得摔下了床。双双美，花如意忙不迭摸黑下床将她拉起来。二娘，你咋忽然问我这个问题啊？赵秋菊重新躺回床上。二娘，你是不是嫌弃我了？我的姑奶奶，你快别哭了，我哪有嫌弃你的意思啊？花如意伸出手想摸黑给赵秋菊擦擦眼泪，一个没搞对方向，摸到了一团软绵绵的东西。二娘，你做什么呀？听到赵秋菊惊叫了一声，花如意后知后觉，意识到自己摸到了什么，忙不迭将手收了回来。这妞看着面黄肌瘦的，身材这么有料的吗？花如意再摸摸自己胸前，一马平川，顿时有点心塞。同样吃野菜跟苞米面，为啥她那里就没肉？自己把眼泪擦擦吧。原来二娘刚才是想给她擦眼泪啊。我没有嫌弃你的意思。花如意重新平躺在床上，将双手枕在头下。我问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是想以后按照这个标准为你择婿，你别想歪了。二娘，我这个样子有挑选男人的资格吗？赵秋菊伸手摸了摸自己脸上的疤，藏在内心深处的自卑涌了出来。当然有了，再丑再老的女人都有选择男人的权利，何况你不丑也不老。等以后咱们家的条件好了，我想办法将你脸上的伤疤治好。二娘，我脸上的伤疤真的能治好吗？能治好，只要有手术工具跟药材，治好这种程度的烫伤疤痕，对他来说只是小事一桩。二娘，我喜欢身材高大挺拔的男子。将话说出了口，他脸上才火烧火燎的。二娘，刚才的话我只告诉你啊，你别告诉别人啊，连大嫂跟二嫂都不能说，真是太羞人了。不说不说，我悄悄为你物色对象。野猪进村啃庄稼啦！野猪进村啃庄稼啦！没干菜，你这老钱婆也太缺德了！那是老赵家的苞米地，你竟然将野猪往那边赶！哎呦，不往那边赶，
难道还让野猪留在我家苞米地里啃吃我家的苞米地吗？老赵家院门被人敲得砰砰砰的，我去开门。起身去将院门打开，见村长儿子田河川一脸焦急地站在门口。河庄老弟，吃晚饭了吗？快别吃了，出大事了！出啥大事了？一头300多斤的野猪进了咱们村，没干菜那老钱婆为了自家的苞米地不被野猪祸害，跟花如海夫妇俩将野猪赶进了你家的苞米地。那野猪钻进你家苞米地已经有一会儿了。东升哥、春来哥，你们赶紧去瞅瞅吧。什么？老大，带上镰刀跟火把，跟我走。见花如意已经举着火把大步走出了院子，3个男人回过神来，赶紧按着他的嘱咐进屋取了镰刀，忙不迭追上去。巧莲、秋菊，你们留在家里好好看这几个孩子，我也去苞米地里看看。慧娘，我跟你一起去。就1刻多钟的功夫，玉米杆子被撞倒了一大片。野猪壮实且凶猛，之前又被村民用火把追赶，此刻已经发了狂。家宝奶奶，你这么做就不怕遭报应吗？赵老大，你冲我吼啥呢？那野猪要钻进你家玉米地，我有啥办法？老大，先别跟那老钱婆吵，将野猪弄出苞米地要紧。花如意借着火把的光芒，目光在灌溉的沟渠旁一扫，见那沟渠旁长了一片金竹，他脑海里瞬间闪过一个想法。老二、巧莲、巧巧，你们看着那头野猪。老大、远弟，你们跟我过去沟渠旁看竹子。一会儿功夫，3人就砍了一大捆小孩手臂粗的金竹，每一根金竹的两端都被削得尖锐无比。老大、远弟，抱上这些竹子，跟我来。哎，卢海，你大姐3弟跟赵家老大这是在做啥呢？不赶紧将野猪弄出苞米地，跑去水渠边上插竹子？出门的时候脑袋被门卡糊涂了吗？娘，你想知道自个儿过去问问呗。哼，你大姐跟你3弟呀，都是白眼狼，老娘才不去问他们。1刻钟不到，陷阱就布置好了，几十根尖锐的金竹竖立在水渠附近。老大、远弟，你们现在拿着火把，跟春来他们一起将那头野猪逼过来。好。野猪怕火，赵东升等人拿着火把靠近，立马发出昂昂昂的惊叫声。见老赵家几个人拿着火把开始驱赶野猪，田宝跟父子俩领着几个村民赶紧帮忙。在10几只火把的围困之下，野猪逐渐靠近了花如意布置的陷阱。最后一声撕破夜色的惨叫结束了这次手忙脚乱的驱赶野猪行动。哟，死了！村长，感谢你今儿晚上带着大家来帮忙。等我家将这头野猪弄回去，杀好了之后，我给大伙分肉吃。今晚只要帮了忙的都有份儿。分肉给我们？村长，我二娘她性子变好了。我以前性子混，做了很多损坏邻里关系的糊涂事儿，还请村长跟在场诸位海涵。东升，这真是你二娘？若不是听赵东升夫妇俩称呼眼前的女人为二娘，他简直不敢相信这女人是榆树村第1汉女花如意。知错能改就好，远亲不如近邻，一个村子里住着，以后大家好好相处。面对一群和善的村民，花如意心里一暖。大家都别愣着了，这头野猪起码300斤重呢，就靠东升跟阿远，肯定是没法将这头野猪弄回老赵家的。还有力气的，都搭把手吧。如海，你还愣着做啥呢？赶紧过来帮忙抬野猪啊！来了。请大家先别靠近这野猪。哎，咋的不让靠近那野猪家？这野猪只是伤了，还没死呢。靠近这野猪，可能会被它咬伤。大家先站在旁边等会儿，我说可以动手了，大家再动手。转身拔起一根布置陷阱用的金竹，将金竹握在手里，对着那野猪脖子上的动脉血管瞄了瞄，嗖的一声，再昂的一声惨叫，
尖锐的金竹刺穿了野猪的脖子，原本还有一口气儿，睁着双眼直哼哼的野猪闭上了双眼，彻底没气儿了。没事，花如海，你们还想分猪肉吗？呀！不就是野猪肉吗？老娘又不是没吃过，老娘不要了就是。见梅氏跑得跟逃命似的，站在远处田埂上，一边瞧热闹，一边怕得要死的唐氏拔腿就追。没干菜你个老不死的，你儿子我还在这里呢！唐经理，你个没良心的，连你男人你都不管了！花如一听的嘴角狠狠一抽搐，梅氏那老钱婆果然是留了一个孝顺的儿子在身边。都出去这么久了，二娘大哥他们咋还没回来？娘，你别急嘛，二奶奶跟大伯大伯娘他们肯定不会有事。二嫂，你当心你的身子。小姑，我听到了爹的声音了，是爹跟二奶奶他们回来了。小姑，爹他们抬的是野猪吗？可不是。爹他们竟然把野猪给杀死了。可不是嘛。豺狼岭上的野货虽然多，但没人敢猎野猪这种大型野货。哎呀，二娘，你身上咋有血呀？是不是被野猪咬伤了呀？我没事，就是送这头野猪上西天的时候，不小心沾了几滴猪血。将野猪弄回老赵家，虽然已经夜深了，但田宝根父子俩还是领着几个村民跟老赵家的人一起料理死掉的野猪，劈柴烧水，刮猪毛，刨除内脏，剔骨卸肉，将整头野猪料理清楚，已经鸡叫头遍了。花如意顶着2个黑眼圈，深深地打了个哈欠。辛苦大伙了，这会儿已经鸡叫头遍了，离天亮吃早饭没多少时间了。我去厨房炒几个菜，大家填填肚子再回去。大娘，你也跑进跑出的忙活了一宿了，快回屋歇会儿吧。你给我们大伙分了肉，我们哪里还好意思留下吃饭？咋不好意思了？都坐着休息，不准离开。你们还没尝过我的手艺吧？今儿就让你们尝尝我的手艺。鸡叫第3遍，天蒙蒙亮的时候，早饭做好了。老赵院子里肉香扑鼻，花如意用野猪内脏做了一桌子菜。这些菜真好吃。忙了一个晚上，田河川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饭菜上桌，众人坐落后，他就迫不及待地将每道菜都尝了一筷子。尝到了滋味之后，伸手就对花如意竖起了自己的大拇指。旋即有些羡慕地瞅了赵东升兄弟俩一眼，有这么个会做饭的二娘，真是羡慕死个人了。吃饱喝足，天色已经大亮，一群人从老赵家离开的时候，一家一块5斤重的野猪肉。这青黄不接，家家缺粮少吃的时候，一家给5斤野猪肉，这可是大手笔了。一群人拎着肉从老赵家院子里出来，看见的人一个个羡慕眼馋。家宝他奶，你闺女给你分了多少野猪肉啊？没事，连根猪毛都没分到。昨晚还被花如意唬得屁滚尿流的逃跑，此刻见田宝根等人拎着大块野猪肉从老赵家院子里走出来，正气得鼻酸眼睛歪。二娘，咱们今天摆摊吗？先去一趟高氏布庄，将一半的香包搁在高记布庄卖。这几天家里大大小小几个女人一共做了大概有350个香包。将一半香包搁在高氏布庄后，咱们再去一趟业绩酒楼，问一问业绩酒楼的掌柜要不要野猪肉。那业绩酒楼的朱掌柜说话虽然有些难听，但是个有眼见识货的主，咱们的野猪肉品质不差，兴许朱掌柜会感兴趣。大姐，你是跟高氏布庄达成合作了吗？为啥不将咱们今儿带来的香包都搁在高氏布庄卖？留下一半，等咱们卖了野猪肉后，自己带着去江淮县城探探行情。江淮县城比咱们新田镇热闹繁华，住在那儿的百姓也比较有钱，咱们自己带一半去江淮县城卖，这一半不用分利给高氏布庄。二娘，去江淮县城可不近。这一路走来，二娘空着手不觉得累，她跟三舅爷肩膀上挑着东西，
脚底板都走痛了。咱们新田镇距离江淮县城还有10里路呢。老大，你似乎对我颇有怨言。二娘，你感觉错了，你都是为了咱们这个家好，你说的都是对的，我怎么可能会对你有怨言？是不是走累了？花如意垂下眼帘，目光在2个大男人双脚上一扫。2个大男人脚上穿的都是草鞋，挑着东西走了这么远的黄泥路，就算是年轻力壮的大男人也会感觉脚底痛。到了业绩酒楼，我负责找那朱掌柜沟通卖野猪肉，你们俩找地方歇片刻。卖了野猪肉，咱们手上就有了银钱，去江淮县城咱们搭马车。二娘，我不累，不用浪费钱搭车。在业绩酒楼歇一会儿，咱们就走路去县城，我还能走得动。那野猪可是你辛辛苦苦才猎到的，赚了钱你给你自己买匹好看的布，做一身体面的衣裳。你不累，我累了，要走路你自个儿走，我跟远地搭马车。花如意又扭头将赵东升瞪着。老大，你是不是觉得我丑啊？二娘，你不丑，在我心里你最漂亮了，比天上的仙女还漂亮。擦肩而过的一名长衫男子听到赵东升赞美花如意，特地扭头瞅了花如意一眼，旋即对着花如意直摇头。这还不叫丑啊？要丑成啥样子才叫丑？大白天的睁着眼睛说瞎话，也不怕遭雷劈。我二娘心灵美，不成吗？多管闲事儿，遭雷劈了吧？见长衫男子被吓得鬼叫逃窜，赵东升得意地勾了勾嘴角，担心花如意在意那长衫男子刚才说的话。二娘，刚才那滚犊子王八玩意儿说的话你别放在心上，在我心里你最美了，就算脸不那么美，但二娘你善良的心是这世上最美好的。老大，你不说话没人将你当哑巴。三舅爷，二娘怎么忽然生气了？东升，你可长点心吧。女人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就算她们再老再丑，都会觉得自己很漂亮，是个可人的美人儿。赵东升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丫头，别生气啦。哎，都是我不好，让你用这具身体借尸还魂。你要是心里不畅快，我再降一道雷，吓吓刚才那滚犊子王八玩意儿。别打岔，我正在想事情。远地刚才说的那句话说的对极了，女人是一种奇怪的生物，就算她们再老再丑，都会觉得自己很漂亮，是个可人的美人。李大，我发现你的雷电之力好像比以前强大了一些啊。嘿嘿，那是，之前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蛟龙一族的功德系统可以修复元神，你呢帮助老赵家脱贫致富，收留花如远一家，积攒了功德。我吸收了这些功德，元神力量就会逐渐恢复。丫头，我吸收的是你积攒的功德，不是你赚的经验币哦。丫头是个爱钱如命的，若是误会她将经验币吞了，估计又要琢磨着先将她煎了还是水煮了。你要是将我的经验币吞了，现在还能跟我说话，早就变成老赵家餐桌上的蛋饼了。呀，大妹子，你来啦！高老板、老板娘，上午好呀。花如意跟何氏随便客套了两句，便拿了一个驱蚊香包给何氏过目。老板娘，这是我们做的驱蚊香包，你看看合不合适搁你家布庄里售卖。大妹子，这驱蚊香包做得很精致，味道也特别好闻，搁我家店里卖肯定是没问题的。一支驱蚊香包卖多少钱？大妹子可想好了？18文一支吧。18文一支，这个价格挺好的。老板娘，我搁150个香包在你这儿。花如意说着，扭头给身后的2个男人使了眼色。这驱蚊香包效果挺好的，你留10个自家用。老板娘帮了我这么大的忙，算我免费送给老板娘的。收到花如意的眼色，赵东升跟花如远很快分了150个驱蚊香包出来，搁在高氏布庄。
我看高老板跟老板娘挺忙的，我今儿个也还有些事，就不在此多叨扰高老板跟老板娘了。大妹子呀，我家店里又有了些碎布头子，你还要不？还要的。大妹子，你们先去把东西卖了，稍后再回来取那些布头子，省得一路挑着那些布头子累人。老板娘，真是太感谢你了。这有啥好谢的？大妹子呀，这一来二去的，咱们都是朋友了，你不用跟我这么客气。又跟何氏聊了几句，花如意这才领着2个男人从高氏布庄离开。从高氏布庄出来，3人就直奔叶记酒楼。赵兄，那位可是含着金汤匙出生、金尊玉贵的贵人，若是稍有不慎，有个闪失，杀头事小，极有可能会被诛灭九族呀。王兄、李兄，你们2个胆子未免太小了，不会有闪失的，顶多就是治不好，被那位侍卫扫地出门。但倘若我们仨联手将那位给治好了，可是造福大诸百姓的大功劳一件呐！当今天子的赏赐以及叶家的赏赐都不会少的，说不定咱们仨就此扶摇而上，摇身一变成了人上人呐！朱掌柜，咱们又见面了，还记得我吗？大妹子一手厨艺惊人，我咋能不记得？朱富贵的目光越过花如意，瞧向了花如远跟赵东升，见2人身上都挑着箩筐，从2人身上收回目光后，笑盈盈的看着花如意询问：大妹子，今儿带了啥好东西来兴田镇卖？有100多斤新鲜的野猪肉，朱掌柜可感兴趣？哟，野猪肉呀，那我要看看。野猪肉被分割成一块一块的搁在箩筐里，朱富贵随便拿起一块瞧看了2眼，见肉质比家猪肉紧实，肉也新鲜。若是价格合适，这些野猪肉我全部买了。15文1斤，跟家猪肉一个价。成。大妹子，你们挑上猪肉跟我来吧，去后院过秤，后院地盘宽。2人挑上箩筐，与花如意一起跟着朱富贵走到叶记酒楼的后院。拿大秤来。须臾，一名后厨的帮工就将一杆小孩手臂粗的大秤递到了他面前。在花如远跟赵东升的协助之下，朱富贵将箩筐里的野猪肉都过了秤。大妹子，除去你家箩筐的重量，野猪肉一共是135斤，15文1斤，一共是2025文。朱富贵算好了账，领着3人回柜台，从柜台枷锁的抽屉里取了2串子铜钱，数了数，递给花如意。大妹子，这是2025文，你数一数。多谢朱掌柜。当2串铜钱压在他手上，他第一反应贼沉。东升、远弟，这钱你们兜着。丫头，你不是爱财如命吗？现在怎么舍得将刚赚到还没捂热的钱交给别人保管呢？我乐意，你这只蠢蛋管得着吗？我看你就是懒。懒人有懒福气。大妹子，你再弄到野货，直接拎来叶记酒楼卖给我，咱们算是熟人了，我绝对不会坑骗你。没问题啊。我见朱掌柜今日挺忙的，我就不在此多叨扰朱掌柜了，告辞。哎，大妹子，且慢。朱掌柜，还有事吗？大妹子可否将上次那几道菜的菜谱卖给我？我给大妹子一个好价钱。抱歉，朱掌柜，菜谱我不卖。不卖？哎，不卖也没关系，买卖不成仁义在嘛。大妹子，以后得了野货，还是可以直接拎到叶记酒楼来。承蒙朱掌柜瞧得起，若朱掌柜当真看得起我那天烧的那些菜品，我倒是有一个想法，既能帮助叶记酒楼盈利，也能让我自己赚些小钱。大妹子那日烧的几道菜，色香味俱全，我自然是看得起的。朱富贵眼神一亮，忙不迭地回应花如意：
大妹子有什么想法尽管说出来，若是合理，我尽量满足大妹子。我可以将那日烧的6道菜的菜谱写出来给朱掌柜你，但是业绩酒楼用我的菜谱赚的钱，每个月就得分一些红利给我。我的要求不高，每个月分10两银子的红利给我就行。除此外，业绩酒楼还得跟我签订一份契约。业绩酒楼能成为兴田镇最大的酒楼，并且多年屹立不倒，朱富贵以及业绩酒楼幕后的东家岂能是普通老百姓那样单纯？所以还是白纸黑字写清楚了，花如意心里才比较踏实。契约1年以前，意思就是业绩酒楼跟我签订一次契约，就能用1年我的菜谱赚钱。1年期限满，若业绩酒楼还想继续用我的菜谱，就要重新跟我签订契约。朱富贵被花如意的精明气得半晌没开口，皱着眉头，一脸纠结要不要答应花如意的要求。看来朱掌柜对我的提议并不看好，既然如此，我就不在此多叨扰朱掌柜了，告辞。大妹子，且慢。那6道菜色香味俱全，推出后一定能够得到客人的青睐，一定能赚大钱。就算搁在这兴田镇这穷乡僻壤赚不了钱，将菜谱传回京都业绩酒楼的总号，总号一定能凭借这6道菜赚大钱。大妹子，你刚才开的条件我都答应。1刻钟后，2份内容一模一样的契约出现在了业绩酒楼的柜台上。花如意跟朱富贵各自在2份契约上画了押，旋即一人拿了1份。二娘，咱们刚才真的赚了10两银子啊！离开业绩酒楼都好远了，赵东升还是觉得自己有些恍恍惚惚。不就赚了10两银子吗？瞧你这点出息，以后我要是赚更多的钱，你是不是会被吓死啊？不怕二娘见笑，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银钱。大姐，东升，时间不早了，咱们还是赶紧去车行搭车吧。哟，大妹子，是你呀！看来咱们俩挺有缘的，这么快又见面了。这老东西是不是没被雷劈怕，又想骗他将人参当山萝卜卖？大姐，这位是平安药行的掌柜的。大妹子，你那颗山萝卜啊，不，那是人参。那天是我看走了眼，错将大妹子手里的宝贝人参认成了山萝卜，还望大妹子勿怪呀。那颗人参不知大妹子还卖不卖呀？赵山鳖一边说，一边伸长脖子，瞪大双眼朝花如意手里打量。见花如意手里没人参，他眉头微微一皱。这次我一定给大妹子一个好价钱。二娘，什么人参？在山里挖的，我先前也不敢肯定那就是人参，于是没敢告诉你们。多谢掌柜的好意，那颗人参我不打算卖了。大妹子，你别着急离开呀。眼看花如意要往别处去，赵山鳖心里着急了。那颗人参主根足足有成年人拇指那般粗，须根发达，至少在山里长了50年之久，蕴含天地精华，药用价值极高。若得这么一颗人参，说不定就能治愈那位金尊玉贵的贵人了。大妹子，我出10两银子，你将人参卖给我。10两银子，那么多？这个山王八坑骗他1次，竟然还想坑骗他第2次。他看上去就那么像容易上当受骗的棒槌吗？掌柜的真大方。应该的，应该的。乡下妇人头发长见识短，就是好欺骗。那大妹子可是愿意将人参卖与我了？不卖。为啥？既然是好东西，我打算回去买头猪脚一起炖了，给我家里的几个孩子补补身子。花如意一句话气得赵山鳖黑了脸，咬牙露出一脸狰狞的表情。这个不知好歹的刁钻妇人。有没有去江淮县城的？5文钱一个人。见有去江淮县城的马车，花如意没空再搭理赵山鳖，扭头给赵东升、花如远使了个眼色。在江淮县城挺热闹的，元弟、老大，赶紧找个地方支起摊子，
将咱们的驱蚊香包摆上。不到1刻钟，三人就在一个脂粉摊的隔壁将摊子支了起来。卖驱蚊香包呢，将此香包带在身上，不仅可以驱赶蚊虫，还能提神醒脑。18文钱一个，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走过路过都过来瞧一瞧看一看呢。花如意吆喝了一嗓子，就将一只箩筐倒扣在地上，然后一屁股坐在箩筐上，再翘起2郎腿给赵东升、花如远使了个眼色。两人立刻理解了花如意的意思，学着花如意刚才吆喝的口吻，一声一声的吆喝起来。哎，大姐，你家卖的这香包真的能驱赶蚊虫吗？当然可以，小哥成亲了吧？刚成亲没多久。哎，大姐，你问这个做甚？眼下蚊虫挺多的，特别是入了夜嗡嗡嗡的乱叫，令人不胜其烦。小哥可要买一个香包回去送给小娘子啊。大姐，我这脂粉摊的生意还没开张呢，我荷包里现在没几个铜钱。大姐，我能不能用我的胭脂跟你换一个香包？我家的胭脂是我跟我娘子亲手做的，保证好用。没问题，小哥可要多换几个，将我家这驱蚊香包挂在身上，晚上睡觉都不会被蚊虫叮咬。脂粉摊老板见花如意挺热情的，最后用自家做的胭脂、口脂、眉粉跟花如意换了3只驱蚊香包。二娘，这东西不好卖啊，咋办？别急，我想想办法。驱蚊香包是好的，只是这个新玩意儿还没人知道这玩意儿的好处，一旦有人知道了这玩意儿的好处，就好卖了。小哥，我看你这脂粉摊也挺清静的。哎呀，这哪里是冷清呀，这分明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大姐，你就别取笑我了。我不是取笑你，我有个办法，可以将你的脂粉跟我家的驱蚊香包都卖出去。小哥可要听一听？什么办法？大姐请讲。我姓董，叫董文山，大姐可以管我叫小董。我叫花如意。小董啊，我会点梳妆打扮的技巧，待会儿你随便去邀请一名女子过来，说我为她免费梳妆打扮。花如意说着，往董文山的脂粉摊子上扫了一眼。前提条件，我得使一下你摊子上的东西。我将你邀请来的女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其他路过的人瞧见了，自然会被你摊子上的东西所吸引。没问题，只要是我摊子上有的东西，花大姐都可以使用。我这就去邀请一名女子过来。花如意一把拉住他的胳膊。小董，我帮你卖脂粉，你也得帮我宣传驱蚊香包，咱们互利互惠。没问题，这件事包在我的身上。不到半盏茶的时间，董文山就将一名脸上长了些雀斑、皮肤有些显黑、大约18、19岁的姑娘叫到了脂粉摊前。哎，姑娘，你别紧张，给你梳妆打扮的是这位花大姐。大姐，你真的可以将我变美吗？当然可以，这世上啊，没有丑女人，只有不会梳妆打扮的女人。姑娘，这边请。花如意说着，弯腰将自己刚才做过的箩筐挪到了雀斑姑娘的面前。姑娘请坐。花如意从董文山的摊子上挑了几件东西，开始为她梳妆打扮。一旁的3个大男人见她先用妆粉为那姑娘遮住脸上的雀斑，再用一些眉粉跟妆粉混合描绘那姑娘的轮廓。一炷香时间，一名面若桃花、楚楚动人的姑娘就出现在了3个大男人的眼前。二娘，你这化腐朽为神奇的本事越来越厉害了。呸！什么叫化腐朽为神奇？老大，你会不会说话呀？姑娘底子好，只是常年日晒，皮肤黑了，脸上长了雀斑，遮掩了原本的美貌而已。这是我吗？当然是姑娘你。姑娘，你觉得董小哥家的胭脂水粉如何？很好，气味很好闻，涂抹在脸上也很舒服。既然姑娘觉得好，能否请姑娘帮忙宣传一下？当然可以。哎，小花，这位董小哥家卖的胭脂水粉很好用，你不是要买胭脂水粉吗？
过来瞧瞧吧。你谁啊？你怎么知道我的小名儿？小花，是我啊，小翠。啊，秦小翠，真的是你？哎，你怎么变得这么漂亮了？是这位花大姐用董小哥家摊子上卖的胭脂水粉将我变成这样的。两个姑娘情绪有些激动亢奋，情绪高，开口说话嗓门自然就大，一下子就引起了过路人的注意。经过两人的宣传，不大一会儿，董文山的胭脂摊就被一群年轻的女子包围了，争着抢着要买董文山的胭脂水粉。姑娘们，隔壁花大姐家卖的驱蚊香包也很好，将香包佩戴在身上，不仅可以驱赶蚊虫，还能提神醒脑。董小哥，你说的可是真的？那香包真有这么神奇啊？姑娘，我骗你做甚？我自己都买了几个，准备带回去送给我家娘子啊。董文山拿了一只驱蚊香包，递给质疑的姑娘抢。这香包味道好好闻啊，做的也挺精致的。多少钱一支？18文一支，童叟无欺。见董文山摊子上的货已经卖得差不多了，花如意麻利地接过那姑娘的话，将我家这驱蚊香包带在身上，保证一个夏天不会被蚊虫叮咬。姑娘们，我今儿带来现成的驱蚊香包可不多啊，想要买的赶紧过来瞧瞧。啊，这摊子附近真的没有蚊虫的嗡嗡声呢，其他地方就有。难道这驱蚊香包真有这么神奇啊？不到一个时辰，花如意的100多只驱蚊香包以及董文山摊子上的胭脂水粉、珠花首饰都售一空。花大姐，我一直在这里摆摊，你下次若还进城卖驱蚊香包，还将摊子摆在我旁边，我们还互相帮助，互利互惠。成啊，今儿剩下的时间，我打算在城里逛一逛，开开眼界。董小哥，告辞。三位客官，请问买布还是买成衣啊？老板，那匹藏青色的棉麻布什么价？二娘，咱们不是来买碎布头子的吗？你干哈又向布庄老板询问布匹的价格？买布还能做啥？给你做新衣服呗。一个30好几的大老爷们儿，身上的衣服旧得跟抹布似的，2只膝盖天天露在外面，走破洞牛仔风啊？不知情的还以为我这个二娘虐待你呢。今儿卖野猪肉赚了2000多文，卖香包赚了3000文左右，跟叶记酒楼合作得了10两银子，现在将银票铜钱加起来，总共有15两银子了。给一大家子人都添置新衣，花如意一点都不心痛。最重要的一点，跑布庄来单买不值几个钱的碎布头子，布庄老板可能会嫌赚不了几个钱不卖。若先给老板买1两匹布料，再问老板买碎布头子，那就容易多了。我的2身衣服还能穿过这个夏天？二娘，你给三舅爷一家、慧娘、巧莲他们买就成了。别废话了，每个人添置2身新衣，2双新鞋，看你们一个个穿得跟乞丐似的，影响我一天到晚的心情和食欲。住在老赵家，花如远心里已经过意不去了。听了花如意跟赵东升的对话，他原本也想插2句嘴，花如意的最后一句吓得他赶紧将到了嘴边的话收回去。客官，这种棉麻布一匹180文，1匹布能给成年男子做2身夏装，外加2双鞋子。掌柜的，我在你家拿3匹这样的布料，能否给个优惠价？3匹这样的布料原本是540文，看在客官你买的多的份上，我将零头给客官抹掉，给500文就成了。赵东升收到花如意的眼神，麻利地数了500个铜钱出来，递给布庄老板。这里是500个铜钱，请掌柜的过目。老板，你家布庄里可有做成衣、鞋子等剩下来的碎布头子？若是有，可否卖我？有2麻袋，不过都碎得很，用来做鞋子都要拼接好几次，太麻烦了。客官若是不嫌弃，我待会儿去库房里面拎出来给客官瞅瞅。不嫌弃，不嫌弃。不大一会儿功夫，布庄老板就将满满的2麻袋碎布头子拎到了花如意3人的面前。
这1个月存的碎布头子都在这里了，客官打开看看吧。若是看得上眼，这2袋碎布头子就给30文钱好了。花如意给赵东升、花如远各一个眼色，两人麻利的将麻布口袋解开。二娘，都是崭新的棉布跟棉麻布，各种颜色都有。花如意凑上去瞧了2眼，很满意，颜色比上次从镇上高氏布庄拿的那些鲜亮，用来做香包更加合适。这些碎布头子我们要了，老大，数30个铜钱给掌柜的。3人满载从第1家布庄离开后，接着逛第2家、第3家布庄，用同样的方式从第2家、第3家布庄买到了5麻袋的碎布头子。宣上又变了。大哥，这告示上写了啥？宣上变成多少了？镇北将军重伤，但凡医者若是能够治好镇北将军的伤势，赏银1万两。之前是5000两，现在变成了1万两。看来镇北将军的伤势有些严重啊！啊，赏银1万两！官爷，草民姓赵，全名赵山鳖，是兴田镇平安药行的掌柜。这2位是草民的至交好友。草民3人醉心医术，行医治病多年。听闻我大周战神镇北将军重伤，心痛万分，特来此为镇北将军疗伤。眼看赵山鳖伸手去接那告示，花如意心里嗷的一声，感觉自己的1万两白花花的银子被人抢了，痛彻心扉。官爷，民妇姓花，全名花如意，民妇请命为镇北将军疗伤。花如意一个箭步冲上去，伸手抓住了告示的另一只脚。是你？就是我，掌柜的，咱们又见面了。你一个妇道人家会给人看病？哼，妇道人家怎么了？创造出人类的女娲娘娘还是妇道人家呢？当今太皇太后还是妇道人家呢？掌柜的，你这么鄙视妇道人家，就不怕？我可没有鄙视妇道人家的意思，你别胡说八道。头儿，这2个人一起接了告示，如何是好？这2人是否有真本事还不得而知。既然他们接了告示，我在这儿看着这2人，你速速离开，去将陶大人跟叶飞将军请来，让他们2位做定夺。是，头儿。大姐，我知道你很厉害，但这可是为镇北将军疗伤，一个搞不好是要获罪的。二娘，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对，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赶紧回家洗洗歇着吧。镇北将军是护我大周万万子民的英雄，金尊玉贵，可不是任何阿猫阿狗都有资格为镇北将军疗伤的。阿猫阿狗不配给镇北将军疗伤，那你这只山王八岂配？你掌柜的这般挤兑我，可是担心自己的医术不如我？哼，我经营药行多年，平安药行在兴田镇口碑极好，我的医术岂能不如你？既然掌柜的这么有信心，那又何必跟我一个妇人多费唇舌呢？花如意3言2语对得赵山鳖无话可说。赵山鳖冷哼了一声，甩甩袖子，不情不愿地将嘴巴闭上。二娘，那不是陶晴信陶公子吗？陶大人又不是吃人的老虎，这么大惊小怪做什么？民妇花如意见过2位大人。与此同时，给赵东升和花如远使了眼色。草民赵东升见过2位大人。草民赵山鳖见过2位大人。免礼，花大姐，咱们又见面了。谢2位大人。是啊，没想到陶公子竟是江淮县的县令大老爷，民妇眼拙，上次没能认出来，怠慢了陶大人，还望陶大人海涵。你真的懂医术，能为我家将军疗伤？尚未见到伤患，不敢贸然下定论。不过民妇的确懂一些医术，不如叶飞将军跟陶大人带民妇去镇北将军下榻的地方瞧瞧，瞧过了镇北将军的伤势，若民妇能为其治疗，并竭尽全力为大周边陲百姓保住这位战神；若是民妇没有这个能力，定不为了那1万两的赏银胡来。叶飞现在为了叶锦兰的伤势心急如焚，一时半会儿也没找到医术厉害的民间郎中，于是斟酌了一下，就对花如意点了头，将那3人也带上，让他们都去查看一下将军的伤势。
是将军。不大一会儿功夫，一行人就浩浩荡荡的回到了衙门。将军在内衙，为了不打搅将军，懂医术者随本将军与陶大人进去，闲杂人等在外面等候。二娘，你小心一些。大姐，千万别逞强啊！得不了赏金无所谓，咱们有手有脚的，以后慢慢赚，总能够把日子给过好的。我是去给镇北将军疗伤，又不是去上刀山下火海。哼，你们俩别愁眉苦脸的，笑一笑好不好？花如意让他们笑，两人努力的扬起嘴角，冲着花如意笑了笑。得了，别笑了，笑得比哭还难看。我跟陶大人、叶飞将军进去了，你们俩趁此机会找地方歇一歇，待会儿回家还得走10多里地呢。告别赵东升、花如远之后，花如意、赵山鳖4人跟着陶钦信、叶飞走了大概有1盏茶的时间，一座清幽的小院出现在了花如意的眼前。花大姐，镇北将军就在这里面了，请跟我来。房门跟窗户怎么关得这么死啊？将军高烧不退，躺在床上发抖。先前的郎中看过了之后，担心邪风进入，加重将军的伤势，就建议将门窗紧闭。将门窗打开，透透气，让这屋子里的气味散出去。这么重的味道，就算是好人，被闷在这屋子里也受不了。镇北将军身中2箭，现在正发着热呢。你让叶飞将军将门窗打开，这冷热交加的，万一加重了镇北将军的伤势。若不是陶钦信、叶飞在场，花如意真想送眼前这个老家伙4个字儿：什么玩意儿！现在外面是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今天的温度就算没有37、8度，34、5度是有的。刮进屋的风都略带暖意，还冷热交加。叶飞将军、陶大人，二位可觉得外面冷？叶飞、陶钦信不约而同地对着花如意摇摇头。看来只有赵掌柜觉得外面冷，不如赵掌柜先回家去加一件棉袄，再来此为镇北将军疗伤。我去将门窗都打开。陶大人，你先带着4位入内室看看将军。叶飞最终听了花如意的建议，走去将紧闭的门窗都打开了。花大姐，赵郎中，这位便是镇北将军了。花如意将目光下移，看到插在叶锦兰胸前跟右腿腿根处的2支断剑，嘴角不受控制的狠狠一抽。4位，可能为将军疗伤？看了叶锦兰的情况后，赵山鳖3人直皱眉头。面对叶飞的询问，3人闷不吭声。隔着衣服查看伤势，看得不是很清楚。叶飞将军，可否请你将镇北将军身上的衣服褪去？花大妹子，镇北将军是男子，你是女子，男女有别，你怎么能让叶飞将军褪去镇北将军身上的衣服呢？在医者眼里，只有病人，没有男女。这么简单的道理，赵掌柜行医多年，难道不知道？花如意说着，目光在赵山鳖身上一扫，继续说：你们男人那里不就是一根萝卜加2个鸡蛋吗？有啥好看的？你陶大人，你是怎么结识这位花大姐的？在新田镇叶记酒楼结识的。隔着衣服的确没法看清楚镇北将军的伤势。叶将军，你还是按照花大姐的意思，将镇北将军身上的衣服褪去一些。叶飞点了点头，从腿间拔出一把匕首，走到床前，轻轻用匕首将叶锦兰伤口附近的衣料除去。这2支剑，民妇能为镇北将军拔出来。花如意确定以自己的能力以及手里的那套手术工具，在目前落后的医疗条件下，能为叶锦兰拔出身上的2支剑矢。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花大姐但说无妨，只要花大姐能救我家将军，让叶飞做什么都可以。民妇的条件很简单，请叶将军、陶大人为民妇准备一坛烧酒，酒越烈越好，包扎伤口用的纱布、干净的棉花、棉麻线以及疗伤的金疮药、干净的冷开水。这些好办，我这就吩咐下属去准备。叶飞将军，且慢，民妇的话还没说完呢。民妇为病人疗伤时，不希望身边有人，所以待会儿
民妇为镇北将军疗伤时，希望叶飞将军跟陶大人平退左右，包括叶飞将军跟陶大人你们自己。叶飞将军，陶大人，这万万不可啊！没人在旁边协助，万一稍有不慎，镇北将军出了事儿，这可如何是好啊？镇北将军是庇护我大周边陲万万百姓的战神，为了我大周边陲万万百姓能够安居乐业，草民恳请叶飞将军、陶大人三思而后行呐！这老山王八真烦。草民行医多年，救病治人无数，草民愿意从旁协助花大妹子，还请叶飞将军和陶大人的恩准。多谢赵掌柜的好意，只是我一介香旮旯里钻出来的妇人，连人参跟山萝卜都分不清楚，险些被某只乌龟王八蛋给坑骗，将人参当山萝卜卖了。哼，可不敢让赵掌柜这样的能人协助啊。花如意一句话，陶钦信眼看着赵山边的脸黑了下去，心里大概明白了什么。再打量赵山边，陶钦信眼中隐隐多了一丝不悦。身为一名医者，如此蒙骗前去卖药的人，医德如此败坏，医术能好到哪里去？叶飞将军，陶大人，既然赵掌柜这般忧国忧民，这般为镇北将军的伤势担忧，不如让赵掌柜先为镇北将军疗伤。叶飞将军，在下相信花大姐，镇北将军伤势严峻，不能再拖延时间了，还请叶飞将军尽快准许花大姐为镇北将军疗伤，在下愿意与花大姐一起承担风险。除了花大姐，在场所有人都跟随本将军与陶大人离开。陶钦信等人离开后，不到一盏茶的时间，花如意需要的东西就被2名铁甲兵送了进来。花大姐，这是您需要的东西。旋即对着2人挥了挥手。你2人去外面守着，没有我的允许，不准放任何人进来打搅我，否则我可不敢保证镇北将军能够平安无恙。是。你怎么在这里？花如意帮叶锦兰包扎好了胸前的伤口，此刻正跪坐在叶锦兰的双腿之间，帮叶锦兰包扎右腿腿根处的伤口。是糟糕的姿势。花如意没有料到叶锦兰会这么快苏醒。别紧张。母亲，现在什么时辰了？母亲？镇北将军，请你仔细看清楚了再开口。母亲，您怎么换儿子为镇北将军？可是儿子这次出征，久未回京看望您，您生儿子的气了。花如意正在为他系绷带，叶锦兰开口又是一声母亲，气得他用力拉了一下绷带。他看上去就这么显老吗？竟然让一个看上去20好几陌生男人见他就喊母亲。母亲，儿子疼，你下手轻点。知道痛就别乱喊。为叶锦兰包扎好伤口，花如意拿了薄被，轻轻地搭在叶锦兰的身上，然后轻手轻脚地下床，走到床榻另一侧，伸手在叶锦兰额头上摸了摸。念在你烧糊涂了，以及那1万两赏银的份上，我就不跟你计较了。陶钦信、叶飞带着一群人心急如焚地等候在外面，听到开门的声音，一群人齐刷刷扭头看向了花如意。花大姐，我家将军情况如何了？镇北将军吉人自有天相，2支箭矢已经顺利拔出了，熬过今儿晚上，如果明儿早上退热了，就没事了。花大姐，我现在可否进去看看我家将军？可以，但是镇北将军现在需要好好休息，叶将军、陶大人不能在房间里待太久。得了花如意的许可，陶钦信、叶飞这才轻手轻脚地步入房间。赵山边3人有些不敢置信，也硬着头皮跟了进去。进屋后，见叶锦兰睁开双眼躺在床上，身上的2支断剑已经被拔出，丢在床前的铜盆里。3人被惊得双目圆瞪，嘴巴微张，旋即侧过脸，一脸极度羡慕地将花如意盯着。这个妇人竟然真的将镇北将军身上的2支断剑拔了出来，
肯定是瞎猫碰到了死耗子，过年拜祖坟拜得好，走了狗屎运了。虽然花大妹子运气好，将镇北将军身上的2支断剑给拔了出来，但草民瞧着镇北将军现在的情况似乎不容乐观，恳请叶飞将军、陶大人准许草民为镇北将军查看一二。聒噪！叶飞，此人是谁？将军，这是属下为您请的郎中。这样的人也配进本将军的身？滚出去！吓得3人屁滚尿流，连滚带爬的出了卧室。镇北将军烧成这样，急需要退热，民妇给开一张退热的方子，1张帮助伤口愈合的方子，请叶飞将军按照方子抓药，每服药每次1碗，每日3次。叶飞立刻给身边的铁甲兵使了个眼色，那铁甲兵忙不迭将笔墨纸砚送到了花如意的面前。镇北将军身上的断剑已拔出，方子已开好，还望2位大人按照告示内容兑现承诺。母亲，您腿脚不好，怎么一直站在那里？叶飞，你怎么能让母亲站着？赶紧去为母亲弄把椅子来。母亲，将军这是将花大姐当成了长公主。虽然花大姐一身妇人打扮，头上包块花头巾，是有些显老，但看着跟50出头的长公主殿下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呀。将军这是什么眼神？若是将军清醒过来，知道自己将花大姐当成了长公主殿下，还当众喊了花大姐母亲，会不会想买床棉被捂死自己？还杵在那里做什么？是将军。怕他动怒牵扯到身上的伤口，叶飞只好拎了把椅子送到花如意的面前。夫人，请坐。母亲，您怎么跑到边关来了？您身子不好，父亲竟然任由您跑来边关，真是胡闹。京城距离边关千里迢迢，这一路上母亲可有吃苦啊。我家将军烧糊涂了，让陶大人见笑了。叶飞面向陶清信，很是尴尬地扶了扶额。将军的一世英名，今儿算是折损了一半了。我家将军已经苏醒了，既然陶大人公务繁忙，就不再多叨扰陶大人了。陶大人，你自去忙你的吧。他打量着床上的男人，见床上的男人此刻虽然烧得稀里糊涂，张嘴乱喊娘，但看上去比之前好了许多，心里也就彻底踏实了下来。在下这便回前衙处理公务了。若叶飞将军、花大姐还有需要在下效劳的地方，尽管差人去前衙知会在下。陶公子慢走。镇北将军已经能喊娘了，叶飞将军，您看什么时候将民妇的那1万两赏银给结算了？这位花大姐变脸的速度跟将军有的一拼呀，难怪将军睁开双眼就管花大姐叫娘，难道这就叫做惺惺相惜？母亲，儿子出征这1年多以来，你身体可还好？将军，你没事吧？母亲身体很好，你出征这1年多以来，母亲身体健康，吃嘛嘛香。儿啊，你就乖乖的闭上眼睛躺着休息吧啊！你有伤在身，说话劳神劳力啊。花大姐，你……花如意回应叶锦兰的话，吓得叶飞转身离开床边，一把抓着花如意的胳膊到了门口，低声开口：花大姐，我家将军的母亲是当朝长公主殿下，冒充皇族，若是被人传了出去，触怒了圣颜，是要被杀头的。我家将军清醒后，若是记得你刚才说的话……叶飞将军，民妇若不这么回答，你家将军就一直睁着双眼，母亲母亲喊个不停。你家将军开口说话，就会引发重重的咳嗽。若是将伤口崩开了，叶飞将军你负责，还是民妇负责？民妇才刚过30岁，你家将军看上去没有27、8，25、6应该有了吧？你以为民妇想有他这么个大儿子，这不是被逼无奈，权宜之策吗？花大姐，我家将军现在烧得神志不清，你若是现在拿了赏银离开，我这心里实在是有些不踏实。可否请花大姐在衙门留宿一宿，待我家将军情况稳定之后，你再行离去。怕花如意不答应，叶飞忙不迭地补充一句：明日若是我家将军清醒了，我安排1辆马车送花大姐你回去。民妇可以在衙门留宿一宿。
不过我得出去跟我的家人打声招呼，免得他们担心。没问题。母亲，您这是要去何处？边境之地不安全，母亲最好别到处乱走。叶飞，送母亲回房休息。哼，我儿真孝顺，母亲这就回房歇着。叶飞站在门口，脸上的表情分外复杂。阿弥陀佛，老天爷保佑将军清醒之后别记得这些事情，否则他的日子会很难过。杵在门口做什么？去跟着母亲。若是母亲有个好歹，我拿你试问。是将军。花如意被一名铁甲兵带到赵东升、花如远歇脚的偏房。二娘，你没事吧？大姐，镇北将军情况如何了？让你们俩担心了，我没事。我已经将镇北将军身上的2支断剑拔了出来。镇北将军此刻差不多已经脱离了危险，守护大周边陲之地百姓的战神基本上是保住了。我脸上长了银子吗？瞧把你们俩都看呆了。二娘，你竟然真的懂医术啊！大姐，你啥时候学的医术？我咋不知道？你竟然真的将镇北将军给治好了，你可真厉害！你们俩甭管我怎么懂的医术，知道我将守护大周百姓的战神治好了，赚了1万两银子的赏钱就行了。天色不早了，你们俩今儿先回去。大姐，你今天不跟我们一起回去吗？不了，镇北将军虽然脱离了危险，但还在发热。叶飞将军心里不踏实，让我在衙门待上一宿，等明儿个镇北将军退热了，再安排马车送我回榆树村。家里天天吃粗苞米面，几个孩子都不长个儿。待会儿你们路过集市的时候，买些大米面粉跟猪板油回去。将花如远、赵东升俩送到了衙门外。花如一抬头瞅了一眼火辣辣的日头，觉得身上软得厉害，正打算折回偏厅再歇片刻，就见换上便装打扮得温文尔雅的陶钦信朝自己走了过来。民妇见过陶大人。花大姐，这里没有外人，还是请花大姐唤在下为陶公子。陶公子换了便装，这是打算出府微服私访。微服私访，这词甚妙。陶公子客气了，民妇不过随口一说，没想到竟然对陶公子为官有帮助。在下并非是微服出巡。陶钦信抬头看了看天，见日头已经西斜，现在已经过了晌午，想必花大姐应该饿了。在下吩咐衙门后厨准备了午膳，想邀请花大姐一同去用膳。是有些饿了，承蒙陶公子不嫌弃，愿意邀请民妇一同用饭。花如意努力压制住自己想要飞的嘴角，装模作样的跟县令小哥哥客套了一句，然后就迈着心花怒放的脚步，跟着县令小哥哥去了后衙的伙食房。大人好，花大姐好。此处不是公堂，大家见到本官不必如此拘谨，都坐下吃吧。谢大人。别敲了，来了。叶飞将军，这么晚了，还有什么事吗？边走边说。叶飞一把将花如意的手腕抓住，拉着他从客房离开。我家将军又发热昏过去了，请花大姐过去看看。花如意跟着叶飞到叶锦兰的床前，伸手往叶锦兰的额头一抹，被烫的立刻将手缩了回来。男人整张脸此刻成了柿子，怕是已经超过了40度，再这么烧下去，怕是以后要真的认不清娘了。镇北将军都烧成这样了，为何不早些通知民妇？拔出断剑后，将军下午一直好好的，虽然偶尔说几句胡话，但精神还算不错。晚上用了膳才忽然温度升高，昏过去。晚饭吃的什么？将军说伤口有些痛，想喝点酒压一压。他想喝酒，你这个做下属的就给了？将军的命令，我不敢违抗。不敢违抗就一拳将他打晕了。花如意有些生气，他冒着项上人头不保的危险将人给救了回来，虽然是为了那1万两银子的赏赐，但好歹是将人从鬼门关给拽了回来。这些人一点都不知道爱惜他的劳动成果。叶飞将军，
你再任由你家将军这么作，不用再为你家将军张榜请郎中了，直接去请一支唢呐队得了。请唢呐队做什么？抬着你家将军一路吹吹打打的回京啊。叶飞可算听懂了，嘴角一抽，但又找不到话反驳花如意。叶飞将军，你若不想一路吹吹打打送你家将军回京，就赶紧准备一块干净的帕子，打一盆凉水送来。另外，按明父白天开的退热方子，煎一碗药送来，烫得跟刚出炉的烧饼一样，光是冷敷可不行。是，我这就去，麻烦花大姐照顾好我家将军。须臾，他就端了一只装满井水的铜盆，折回到了叶锦兰的床前。花大姐，你这是在做什么？看着叶锦兰躺在床上，衣不蔽体，而花如意的双手正在叶锦兰裸露的胸膛上按来按去，吓得叶飞险些丢了手里的铜盆，冲上去捍卫自家将军的节操。叶飞将军如此紧张，莫不是觉得民妇在吃镇北将军的豆腐？难道不是吗？就镇北将军现在这副要死不活的样子，一口亲下去连点反应都不会有，跟一嘴亲在木桩子上有啥区别？切，谁愿意吃他豆腐？花大姐，叶飞将军，镇北将军的药熬好了。叶飞将军，先给镇北将军喂药吧。花大姐，我家将军昏迷不醒，这药喂不进去啊。花如意闻言走上前，伸手一把捏住叶锦兰的下巴，迫使叶锦兰张开了嘴。再喂试试。看着自家将军的下巴被眼前的花大姐捏得几乎快要变形，叶飞感觉自己的下巴有些隐隐作痛。花大姐，请下手稍微轻一些，我家将军此刻虽然昏迷不醒，但也有可能会有痛感。轻一些？能将你家将军的嘴撬开吗？若叶飞将军当真心疼镇北将军，就赶紧给镇北将军灌药。这么用力捏着镇北将军的下巴，民妇的手也很酸痛啊。服药半个时辰后，叶锦兰的脸色好看多了，体温也降了下去。花大姐，你此番救了将军的性命，按照告示所示，这1万两银子就是你的了。哎呦，还给什么银票嘛？镇北将军是守护我大周边陲之地的英雄，民妇作为大周的子民，出手救治镇北将军是应该的。花如意嘴上这么说，双手却麻利地伸出，一把接过叶飞手里的银票。那既然这是叶飞将军的心意，那民妇便收下了。早膳已经准备好了，请花大姐洗漱一番，随在下前往伙食房用餐。叶飞将军，将军醒了。多谢陶公子的美意。昨儿晚上我猪肉吃多了，此刻心里还腻得慌，不饿，我就不跟陶公子去伙食房用餐了。民妇家中还有要事，既然镇北将军已经平安无事了，那民妇就先走一步了。不等两人回应，他拔腿就走，速度快得跟逃命一样。将军，您腿上有伤呢，怎么站起来了？本将军下巴上这几道指痕是怎么回事？将军您昨晚上昏迷不醒，属下伺候您服药，您毫无知觉，不知吞咽，情急之下，大夫只好用手撬开了您的嘴。那女人的力气还挺大的，好在本将军身体结实，否则这下巴怕是得被他给弄脱臼了。叶锦兰走回床前，缓缓坐下。叶飞，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本将军？请将军恕罪，属下不是有意瞒着将军。女人2个字从叶锦兰嘴里蹦出来，叶飞就知道她还记得昨天发生的事情。实在是怕将军您知道了昨儿发生的事情，感到尴尬。昨日本将军除了将那个女人错认成了母亲，可还对那个女人做了其他的事情。将军，您还想对人家花大姐做什么？您就只是将花大姐错认成了长公主殿下，那个女人姓花。可知道那个女人家住何处？属下不知花大姐家住何处，不过陶公子跟花大姐好像很熟，将军若是想知道花大姐住何处，稍后属下去向陶大人打探一番。陶大人，镇北将军，你醒了，感觉如何？丞相府的陶二公子，
正是在下2年都未见，没想到镇北将军还能够一眼将在下给认出来。在下现在是江淮县的县令。将军，咱们现在的落脚地是江淮县陶公子的府衙内院。叶锦兰眉头微微皱起，脸色有些不太好看。所以昨日他一声接一声管那个姓花的女人叫母亲时，陶清信也在场。若这位丞相府二公子是位大嘴巴，将这事儿传到京城，他叶锦兰以后怕是没脸见人了。陶大人，我家将军刚苏醒过来，精神状态还不是很好，不方便接待客人。既然镇北将军身子不适，那下官就告辞了。陶二公子，请留步。救我的那名女子现在在何处？不知陶大人可知？镇北将军所问的女子可是花大姐？叶锦兰略点了下头。今儿一早得知将军苏醒后，花大姐说家中有急事，早饭都没有用，就急匆匆的离开了。陶二公子可知那位花姑娘家住何处？将军，不是花姑娘，是花大姐。花大姐已经嫁人了，儿子都跟您一般大呢。儿子跟我一般大？那女人不就是跟母亲年龄差不多了吗？一个40多岁接近50岁的女人，力气竟然还能大到在我的下巴上留下指痕。下官不知，花大姐刚才走得急，下官没有来得及询问。二娘，你可算回来了。二奶奶，我好想你啊！二奶奶，你不要离开我们。二奶奶，坏人有没有欺负你啊？花如意跋山涉水，走得双腿发软，渴得嘴巴冒烟，总算在午饭之前赶回了榆树村。我回来了，静哥、田姐、鹏哥、小鱼、小满，你们在这里等多久了？吃过早饭，我们就在这儿等着了。二奶奶，你不在家，我们都担心的没劲儿干活。听爹跟三舅公说，二奶奶你留在县城里给一位贵人瞧病。城里的贵人可凶了，规矩也多，动不动就罚人。二奶奶，你有没有被那位贵人给欺负啊？大姑，你饿不饿？这是亲家大嫂跟娘今儿早上做的米饼，可好吃了。大姑，你尝尝。花如意仔细一看，忽然发现那米饼上面有一排整齐的牙印儿，显然是小丫头在吃这块米饼的时候，忽然想到了她这个大姑，然后将米饼留了下来。她真没白疼这些小家伙。小玉真乖，大姑不饿，这米饼啊，小玉自己吃。怀里揣着1万两银票，花如意开心的心花怒放，哪里还能感觉得到饥饿？别在村口杵着了，回家烧饭吃。花如意一声吩咐，一家子大大小小开开心心的簇拥着花如意回家。二娘，你先停下。快要进家门时，罗氏忽然伸手将花如意拉住。你站在这儿等我一会儿啊，我一会儿就回来。不大一会儿功夫，就见罗氏端着一盆清水从厨房里走了出来，盆子里除了水还有几根蒿条。罗氏端着水盆走到花如意的跟前，拿起那沾了水的蒿条，就对着花如意头顶一顿疯狂乱撒，嘴里还神神叨叨的念叨着：天灵灵地灵灵，神佛老祖宗保佑二娘平安归来，牛鬼蛇神厄运霉运通通走开。二娘，没事了，我这就去烧饭。二娘，来吃个鸡腿压压惊。这老母鸡不是留着下蛋的吗？怎么杀了？二娘受了惊吓，得好好吃一顿压压惊啊。再来下蛋鸡，咱们家还有几只野鸡娃子呢。我瞧着那几只野鸡娃子只有1只是公鸡，再养3个月左右，那些鸡娃子就能下蛋了。吃过午饭，等几个女人将厨房收拾干净了，花如意将一家子大大小小叫到了自己的身边。老二，你去将门关上，我有话要跟你们说。赵春来点了点头，转身走去门口，将门拴上。等眼前光线暗了下来，花如意将怀里的那一叠银票取了出来。我赚了1万两银子。哎呦，
花如意一句话吓得他屁股一滑，从长凳上掉了一下。马上就是3个孩子的爹了，还这么冒冒失失的。二娘，你说你赚了多少银子？1万两。出来！这一次赵春来听清楚了，被吓得一口气没提上来，双眼翻白，直接晕了过去。就这点出息，还没你媳妇闺女承受能力强。花如意伸手摸了摸他的脉，确定问题不严重，一边伸手掐他的人中，一边骂：二娘，我刚才做了一个美梦，梦见你赚了1万两银子。老儿媳妇，拉你男人回房歇着。二娘，你当真将镇北将军给救回来了？人没救回来，我现在能好胳膊好腿的坐在这里跟你们说话吗？这些银票就是赏钱。现在咱们手上有钱了，我打算抽空去江淮县看家铺子，先开一家小饭馆，探探行情。大姐，你懂得多，这2个字是不是念汇通？汇通银号。大姐，汇通银号咱们这里可没有。我之前在镇上帮工，听人提起过这家银号，好像是京城的一家大银号。你的意思是，咱们想要凭这些银票取钱，还得千里迢迢跑去京城？花如远顺着他的话点了下头。从咱们江淮县前去京城，千里迢迢，路上有不少穷山恶水，还有强盗横行，普通老百姓2、3个人根本不敢走这么远的路上京。二娘，性命比什么都重要啊，咱们就当没赚过这1万两银子。是啊，二娘，咱们一家子平平安安、和和乐乐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大姐，别去京城，咱们现在有吃有喝的，挺好的。大姐，咱们现在每个月都能够从业绩酒楼分得10两银子，只要咱们节省一些，1年2载下来，也能有钱去城里买一间铺子。花如意盯着面前的一叠银票，心里很不甘。那可是他冒着杀头的危险赚来的，现在却只能抱着这一叠银票睡觉，忍不了。老大，去称1斤米，然后拿着大米去村长家借一下牛车。二娘，你借牛车做啥？村长家那头7、8岁的老黄牛也跑不去京城呀。我还得去一趟江淮县，看看能不能找那位镇北将军，将这些汇通银号的银票换成咱们本地银号的银票。趁着天色还早，你赶紧去。赵东升拗不过他，只好起身去称米，然后拎着1斤白花花的大米，出门前去村长田宝根家。恭喜宿主成功搭救镇北将军叶锦兰，获得1万经验币奖励。昨日救的人，今日才获得奖励，难道系统昨日打瞌睡去了吗？叶锦兰今日才脱离危险，1万经验币肯定是今日才能给你。算了，我好女一个，不跟冷冰冰的系统一般见识。哼，1万经验币再加上之前赚的那些，从系统商城里买一些农作物的种子足够了。1个时辰多点，老黄牛就拉着板车出现在了江淮县衙门前。哎，这不是花大姐吗？花大姐，你咋又回来了？2位小哥，我有事求见镇北将军或者叶飞将军，敢问2位将军可还在内衙？花大姐，你早来1个时辰就好了。镇北将军接到急诏，1个时辰前动身回京了。动身回京了？花大姐，你没事吧？多谢小哥关心，我没事，就是顶着日头赶了这么久的路，有些热。花大姐，镇北将军好像有东西让陶大人转交给你，陶大人外出巡查快回来了，要不你去内衙偏厅稍坐片刻。那就有劳小哥带路了。花大姐，抱歉让你久等了。
陶公子言重了，民妇就等了片刻。花大姐不是说家中有急事吗？你怎么又折回来了？民妇已经回过家，将事情处理好了。原来如此。陶公子，民妇想向你请教一个问题。花大姐请讲。陶公子可知道汇通银号？啊，知道，这是京城数一数二的大银号，永安王跟长公主开的。花大姐是想了解汇通银号吗？是，这家银号在其他地方可有分号？没有，据说是永安王跟长公主夫妇俩不缺钱，又嫌懒得打理，所以并未开设分号。所以他想要凭那些银票抵银子，必须得去京城了。花大姐，你脸色好像有些不太好看，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我没事，就是来来回回的赶路，有些心累。多谢陶公子关心。小叔，去我书房里将镇北将军的书信取来。花大姐，镇北将军动身前留了一封书信给你。陈叔离开了一会儿后，折回偏厅，恭敬地将一封信递到花如意的面前。花大姐，这是镇北将军留给你的书信。有劳陈小哥了。花大娘亲启。看着书信封面上那几个刚劲有力、透着英雄气概的大字，花如意眉头皱了又皱。昨儿个昏昏沉沉时管他叫母亲，今儿个管他叫花大娘，这镇北将军叶锦兰是缺长辈吗？感谢花大娘救命之恩，若有机会再见花大娘，叶锦兰定当重谢。花如意脸上的玉色消失了些，将叶锦兰的信收起，看着陶金杏笑了笑。陶公子打扮成这般模样，可是去微服私访了？在下初到江淮县，加上初次为官，对民生民事不甚了解，就按花大姐说的微服出巡，体察民情。那陶大人今日可看出了什么？除了江淮县城稍微富饶，江淮县其他地方都十分的贫瘠，农田种不出东西，大片大片的荒芜，男女老少衣不蔽体。花大姐，这个县令比在下想象中的难做多了。只要功夫深，铁铸磨成针。陶公子刚到任，不必如此沮丧，一步一个脚印的来。连北大荒都能被开垦成人家粮仓，咱们江淮县跟北大荒相比，可要富饶多了。花大姐说的是，听花大姐一席话，胜读10年书。这次江淮之行能够结识花大姐，是在下的福气。陶公子客气了，咱们俩能结识，不是陶公子的福气，而是我们俩有缘。没错，在下跟花大姐缘分不浅。陶公子，既然咱们缘分不浅，若是陶公子不嫌弃，不如咱们结拜为异姓姐弟如何？俗话说得好，得不到他就让他变成自己的兄弟。如此一想，花如意觉得有这么个温文尔雅、文质彬彬的兄弟挺不错的。小弟陶清信见过大姐。陶公子，你既然答应了。大姐，你该改口叫我阿信了。阿信。小叔，公子有何吩咐？去准备1只大猪头、1壶酒跟3支高香，本公子今日要跟花大姐结拜。陈叔转身离开前，深深地瞅了花如意一眼。相爷跟夫人比花大姐应该大不了几岁，不知道相爷跟夫人知道公子给他们找了这么个干闺女后，心里会作何感想？公子，花大姐，东西已经准备好了，请公子跟花大姐一步。花如意跟着陶清信的脚步，3人从内衙偏厅出来，来一处方方正正的院子里。看见摆在院子中间的物品，花如意脚下险些一个趔趄。怎么用的这种高珠？公子，我逛了几家店铺，只买到这龙凤双喜高珠啊。阿信，用什么样的高烛行结拜礼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结拜。须臾，2人各执3炷香，一起跪在供桌前的大圆殿上。皇天厚土在上，我陶清信今日与花如意结拜为异姓姐弟，从此生死不渝，情同手足，祸福相依，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厚土在上，我花如意今日与陶青杏结拜为异姓姐弟，从此我花如意跟陶青杏有钱一起赚，遇到美女我一定第一个想到阿信，将美女介绍给阿信，情同手足，福祸相依。陈叔在一旁听得一头黑线，义结金兰的誓言还能这样说的吗？真是开了眼界啊！阿信，你不是想将江淮县治理好吗？大姐心里倒是有几个想法，不知阿信可感兴趣？大姐，咱们移步刚才的偏厅，坐下慢慢说。小叔，吩咐伙食房今晚多准备几个菜，我跟大姐今日结拜，晚上要好好庆祝一番。陈小哥，你打算如何处置这颗大猪头？白水炖烂，拆掉骨头，加几个白萝卜炖着吃。哼，暴殄天物，这么好的东西怎么能炖萝卜吃呢？将这猪头弄去伙食房搁着，我跟阿信谈完正事后，亲自去伙食房料理这颗猪头。好呢。那日在兴田镇，陈叔有幸品尝了花如意的手艺。花如意说今晚要亲自下厨，陈叔立马笑容满面的答应，比陶青杏还激动。花大姐，可需要准备什么？八角、桂皮、香叶、草果、肉蔻、小茴香、花椒以及葱姜，油盐酱醋。大姐，你接着刚才的话继续说。江淮县其他地方我没去过，目前我只了解兴田镇一带，我就拿兴田镇说说吧。好。陶青杏一边回应花如意，一边握着细毫在小本子上做记录。兴田镇多数耕地为沙地，这种土质疏松，存不住水分跟农作物生长所需要的养分，尤其不适合种植苞米、小麦跟水稻。所以当地农民一年辛辛苦苦忙到头，结果却收不到几克粮食。但是这种土质却很适合种植两种庄稼。哪两种庄稼？这两种作物，一种名为马铃薯，一种名为红薯，不知阿信可有听说过？不曾听闻，大姐真是见多识广。不知大姐在何地见过这两种作物？我尚未见过这两种作物，我也是听一位朋友说起过，这两种作物适合在沙地生长。不久前，我托那位朋友帮我买了种子，就这几日应该会收到货了。等我收到货，用那些种子育出嫩苗出来，邀请阿信你去榆树村看看。原来大姐家住兴田镇榆树村啊。是啊，昨日本来打算告诉阿信你的，但昨日衙门全是那位镇北将军的人，我不好说。大姐，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已经得罪了叶景兰，所以不敢让叶景兰知道自己家住榆树村？哎，不说那人了。阿庆，咱们接着刚才的话题继续聊。我若是育苗成功了，给阿信你送一些。阿庆啊，你在弄块地试种。马铃薯3个月左右可以成熟一茬，只要丰收一茬，让百姓见识了丰收的果实，到时候在百姓之间推广这两种作物就容易多了。大姐如此为江淮地区的百姓着想，小弟代表江淮地区的百姓感谢大姐的这一番苦心。哎呦，又来了！刚才都说了，你我已是姐弟，不必说如此见外的话。我帮你也是帮我自己，咱们姐弟俩联手将江淮县治理好了，以后我赚钱的门路会多上许多的。是，大姐，你有什么需要我效劳的？只要是小弟能力范围内的事情，小弟一定义不容辞。我觉得江淮县城挺好的，我想在江淮县城找家铺子做买卖。阿星，不如咱俩合伙吧，你有钱我有技术，你出资本我出技术，赚到的钱咱姐弟俩5-5分成，如何？大姐，你不是刚得了1万两赏银吗？是得了1万两赏银，可那些银票是京城汇通银行出的，我想要取银子还得千里迢迢跑去京城。阿星，我现在就是个怀揣着巨款的穷光蛋这种有钱不能花，只能晚上抱着银票暖被窝的心情真是太糟糕了。大姐莫伤心，我这次前往江淮赴任，带了1000多两现银，大姐实在是缺钱，可以从我这里拿一些。若是大姐信得过我，
待我年末述职，可帮大姐将那1万两银子从汇通银号给取出来。你我也是姐弟，我当然信得过你。待年底我将那些银票给你，又或者我随你一起去一趟京城。据说京城繁华热闹，我想去开开眼界。等大姐到了京城，我一定好好的尽地主之谊。为了缓解自己尴尬，陶青信握拳到嘴边，轻轻地咳了一声，然后转移话题。大姐，你打算做什么买卖？咱们先谈好，然后小弟吩咐小叔去看铺子。咱们先开家餐馆吧，铺子不用找太大的，能够摆下5、6张餐桌就行了。我写10几个菜谱出来。阿庆，你在江淮县找3个厨子，合格录用之后，我给3人培训一段时间。如果顺利，餐馆很快就能够开起来。大姐，若是咱们的餐馆开起来，生意好，5、6张餐桌可不够客人坐啊。说咱们的餐馆人气真有这么好，那就规定每天做50桌，让客人提前预定。大姐，生意好，为什么每天反而只做50桌呢？这叫饥饿营销。用这种营销方式，目前咱们虽然赚不了多少钱，但是可以赚足名气啊。提前预定才能买到的吃食，大家都会感到好奇。1传10，10传100，这日子久了，咱们餐馆的名气就响亮了。等赚够了名气，咱们再换一家大店面。到那时候，赚钱那就是手到擒来的事情了。大姐，明天一早我就吩咐小叔出去找铺子跟厨子，等找到了铺子跟厨子，就让小叔去榆树村通知你。花大姐，你要的草果、肉蔻、桂皮、八角、香叶、小茴香都买回来了。小叔，麻烦带我去一下伙食房。1刻多钟后，大铁锅里煮得咕嘟咕嘟响，白茫茫的蒸汽不断从木锅盖的缝隙里飘出来。随着蒸汽飘出，整间伙食房里弥漫着一股子浓浓的卤肉香味儿。哎呦，真香呀！伙食房里在做什么好吃的呀？好像是炖肉的香味，但比咱们平时吃的炖肉香许多啊。将卤好的大猪头起锅，冷却到不烫手后，花如意手握菜刀，动作熟练地将骨肉分开。大姐，剩下的这些切一切，分给衙门里的兄弟们吃。晚饭时，花如意、陶青信、陈叔单独在后衙偏厅里用。这是凉拌猪耳，这是凉拌猪舌，这是凉拌猪嘴巴。阿庆，你尝尝。公子啊，这凉拌猪耳朵好好吃啊，咬在嘴里脆脆的，很爽口，很适合夏天吃。花大姐的手艺真好，公子你快尝尝。陈叔说着，拿起桌上的公筷给陶青信布菜。3人吃饱喝足，桌上的3盘卤菜基本没剩的。其他问题咱们下次见面再谈。大姐，我送送你。陶青信起身将花如意送到衙门外。老黄牛拉着破板车慢吞吞地进入陶青信的视线。花大姐，你的牛车。时候不早了，我走了。欢迎宿主进入系统商城。温馨提示：宿主您现在的经验币余额为10900，宿主可凭经验币在系统商城内自由购物。祝宿主购物愉快。商城定价这么高，自由购物个屁呀！花如意伸手一点，直奔蔬菜瓜果种植区域。眼下时节种红薯是晚了，但是种马铃薯合适。以江淮地区的气候，1年种植3季马铃薯不成问题。4、5月种植，7、8月收成；7、8月种植，11、2月收成；11、2月来种植，来年4、5月收成。花如意一边在心里寻思着，一边动手翻看商品。马铃薯400斤，现代弩箭1把，合计9000经验币。宿主若确定兑换，请按确定键；若宿主不想兑换，请按退出键。确定。交易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马铃薯400斤，现代弩箭1把。温馨提示：宿主您现在的经验币余额为1900。
身后忽然传来了砰砰2声闷响，吓得拉车的老黄牛闷闷了几声。花如意赶忙退出系统商城，双手拽紧了老黄牛的缰绳，控制住受惊的老黄牛后，他这才扭头看向身后，只见原本空荡荡的板车上赫然多了4只鼓鼓囊囊的麻布口袋，以及一把精致的弩箭。这么快就到货了？哟，简直比顺丰快递还快啊！哎，丫头，你这不是废话吗？这可是我们蛟龙一族的法宝。4只麻布口袋里全都是马铃薯，他看到的每一个马铃薯都有成年男子拳头那么大，2袋子黄皮的，1袋子红皮的，跟1袋子紫皮的。山神庙周围的那些荒地适合种植马铃薯，这些种子的成色又是上等的，3、4个月后多半能丰收。切，不就4袋子土豆蛋子吗？要把你高兴成这样，没出息。你懂个屁！土豆蛋子可是蔬菜之王，刚出土的新鲜土豆洗干净，到锅里用清水煮熟，扒掉外皮儿，下油锅煎成金黄色，倒入椒盐自然调味，那可是人间美味。驴蛋，是不是你吞口水了？这怎么可能？我乃修炼万年蛟龙，什么样的山珍海味没吃过，能馋你那土豆蛋子？开什么国际玩笑？二婶，求你别打了。二婶，是家宝哥先打赵鹏的，也是家宝哥先找我们麻烦的。闭嘴！没你们2个赔钱货说话的份儿。你们俩赔钱货跟你们爹娘一样，胳膊肘往外拐，是养不熟的白眼狼。2道小女孩的哭声跟一阵骂骂咧咧的声音传入了他耳中。唐青莲，打一个试试。大姑，你快帮帮赵俊跟赵鹏。花如意目光在赵俊兄弟俩脸上一扫，见兄弟俩脸上都有巴掌印儿，再看唐氏母鸡护崽似的将花家宝兄弟俩护在身后。俊哥，你跟二奶奶说发生了什么事儿？二奶奶，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吃过晚饭了吗？赵俊答非所问，还故意将挨了巴掌的脸偏到一边去，不让花如意看见。臭小子，就算你将脸偏豺狼岭去，我也能瞧见你脸上的巴掌印。二奶奶，我没事，脸上的巴掌印一会儿就消了。天色不早了，咱们赶紧回家吧，娘在锅里给你留了晚饭。小玉，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来说。花小玉眼神带着怯弱的瞧了一旁的唐氏一眼。别怕，大姑在这里呢，不会让人欺负你的。大姑，晚饭后爹娘他们去开荒了，爹娘他们说天色太晚了，不让我们小孩跟着去，于是赵军赵鹏就领着我们3个女孩子在村里玩耍。我们5个玩得好好的，花家宝、花家成忽然走过来，他们兄弟俩先骂我们3个女孩子是赔钱货，然后又嘲笑赵军赵鹏是穷光蛋，不能像他们一样去私塾读书。赵军赵鹏跟他们兄弟俩理论，他们兄弟俩说不过，就跟赵军赵鹏打了起来。赵军就轻轻碰了华家成一下，我看着根本就不痛，华家成就坐在地上哇哇大哭。二婶就来了，然后二婶就抓着赵军赵鹏打耳光，甜甜被吓坏了，跑去山神庙找大人了。哼，唐氏，你可真行啊！孩子之间打打闹闹，你作为一个大人，不好好教导自己的孩子，反而帮着自己的孩子打人。哼，你家的2个孩子是宝，难道我家的孩子是草？花如意嗓门大，唬得唐氏一愣一愣的，半晌没想起回嘴。等唐氏想起要回嘴时，花如意伸手一把擒住了他的手腕。俊哥、鹏哥，这个女人刚才是怎么打你们的？二奶奶是这样打的。这个女人刚才怎么打的你们哥俩，你们哥俩就怎么给我打回去。
兄弟俩老实憨厚，从未打过人。看着花如意将唐氏拽了过来，兄弟俩小手动了动，都有些踌躇。俊哥、鹏哥、小鱼、小满，我今天跟你们说几句重要的话，你们一定要记住了。别人欺负你们，你们若默默承受不还手，别人不会因为你们的忍让而放过你们，别人只会因为你们的软弱而更加变本加厉的欺负你们。咱们人活在这世上，不主动惹事儿，也不要不怕事儿。人敬我1分，我敬人10分，人若犯我1寸，我必奉还人1丈，这才是正确的为人之道。你打我1巴掌，我还你1巴掌。你若下次再打我，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二奶奶是这样吗？哟，小样，气质还不弱呢。孺子可教也。花如意，你这个泼妇，竟然指使小孩子打我脸！扭头恶狠狠地将花如意瞪着。你这个吃里扒外的泼妇，老赵家的茅坑怎么没将你淹死啊？不准骂我二奶奶！赵鹏年纪小，个子小，卯足力气跳起来，小手一挥，一耳光落在了唐氏另一边的脸上。二奶奶已经嫁给我爷爷了，已经不是你们老花家的人了，你凭什么骂我二奶奶吃里扒外？花如意，你这个恶毒的坏女人，你竟然指使9岁的孩子打我，你不得好死！哼哼，对着唐氏轻笑了2声，松开唐氏的手腕。有句话叫做祸害1000年，你爹娘没教过你吗？唐氏，我要是死啊，肯定在死之前先将你给气死。花如海，你个杀千刀的，你媳妇儿孩子被人欺负了，你咋还不来帮忙啊？二娘，你回来了。俊哥、鹏哥、小玉、小满，你们没事吧？别生气了，我已经让俊哥跟鹏哥打回去了。赵东升往唐氏脸上定睛一看，这才注意到唐氏脸上也有巴掌印儿。二娘这帮小孩子出头的方式还真是与众不同啊！这么看着我做什么？担心我教坏你2个宝贝儿子？爹，二奶奶都是为了我们好，我们才不会被二奶奶教坏呢。是的，爹。跟你学，2个孩子只会学得憨头憨脑，还是跟着二娘学好，不容易吃亏。谢二娘悉心教导俊哥和鹏哥。你们一家子真是太欺负人了！唐氏，你想全村人都知道你今晚被2个半大的小子打了脸，你就使劲哭，努力好啊！唐氏嘴角抽了抽，哭声戛然而止。二娘，你咋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叹啥气啊？还不赶紧帮忙搬东西？看着老赵家3个大男人将4麻袋从板车上搬下来，唐氏满眼的羡慕嫉妒。接二连三从镇上买东西回来，这老赵家是发财了吗？老大，去将村长家的牛车还了。元弟、老二，你们将东西扛回家。大姐，这麻袋里装的是啥？天黑了，赶紧回家。回家以后，我再细细给你们说。一个个圆滚滚的，像鸭蛋一样。二娘，你在哪儿买的？这些东西可以吃吗？这叫马铃薯，也叫土豆、洋芋，是一种蔬菜，也可以当做粮食充饥。今儿个我进城遇到了一个外地商人，这些都是那外地商人告诉我的。我买了400斤，等你们将山神庙周围的那些荒地开垦出来，就将这些马铃薯种上。马铃薯的生长周期很短，大概3-4个月后就能收割了。二娘，我长这么大可从来没有听说过马铃薯这种东西，你会不会被人给骗了？赵春来说着蹲下身，伸手从地上捡了一个马铃薯，张嘴咬了一下。啊呸！哎呀，这玩意口感好涩啊！二娘，你被人给骗了。花如意学赵鹏跳起来给了赵春来1巴掌。
这是用来做种子的，你竟然给我吃生的！花如意骂着，一把夺过被赵春来咬了一口的土豆蛋子，心疼的不行。这玩意儿在这个时代可是稀有货，没准皇帝都没吃过，金贵着呢。明儿个早上我挑几个炒熟了给你们尝尝。你呀，长点心吧，别老是惹二娘生气。二娘计划这些是为了让咱们家富裕起来。二娘是个有智慧的，咱们要相信二娘的眼光。咱们没大本事，帮不了二娘，咱们就默默地支持二娘。你倒好，直接往二娘头上泼冷水。我嘴笨嘛，媳妇儿，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想给二娘泼冷水，就是从未见过那东西，害怕二娘被人给骗了，这才拿起了一个咬了一口，想帮二娘试试味道。没想到那玩意儿那么涩，我舌头都被涩麻了，一时没忍住，就说了那些惹二娘不开心的话。舌头还麻吗？还麻呢，需要媳妇儿给吹吹。赵春来张开嘴，可怜兮兮的伸出自己的舌头给李氏瞧。活该被骂，麻一下才能让你长长记性。静哥、鹏哥、甜甜、小鱼、小满，来，你们告诉我，想不想去私塾念书？大姐，难道你打算送5个孩子去私塾念书？二娘，你知道一个孩子上私塾1年需要交多少束修吗？一个孩子1年需要多少束修？老大，你若知道，你就赶紧告诉我。好像一个孩子1年需要1两银子。柳树村的私塾就是1两银子。1两银子，那挺好的。业绩酒楼那儿每个月10两银子的进账是稳定的。将5个孩子送去隔壁村柳树村上学，就目前家里的条件来说，还是允许的。老大，明儿个一早，你别去开荒，先带着银子去一趟柳树村问问，若是那边的学堂愿意收咱们家这5个孩子，明儿你就将名给我报了。大姐，家里现在的条件是好些了，但是也不能挥霍呀。小玉、小满是女孩子，古话说得好，女子无才便是德，而且女孩子读书识字又不能够参加科举考试，送女孩子去私塾就是浪费钱。你花钱送俊哥跟鹏哥去私塾就行了，不用将钱浪费在小玉、小满的身上。花老三，你为了维护媳妇儿跟闺女，敢跟梅干菜那老钱婆对着干，我还以为你是个明是非的呢。今儿晚上你太让我失望了。既然你相信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话，你当年怎么不娶个天生痴傻的女人，那个最无才？送闺女上学就是浪费银钱，你每天吃粮食最后都会变成大粪，你怎么不说你浪费粮食啊？三舅，这就是你不对了，没有女人哪里来的咱们男人呢？女人是半边天，哪能说送丫头片子去学堂是浪费钱呢？你看那些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都是要识文断字的，所以古人说的不及我们二娘说的对啊。赵老二，你就别拍我马屁了，你啥心思我还能不了解？刚才你是不是想跟着花老三说，送丫头片子去学堂是浪费钱？心里一套嘴上一套，日子久了就成墙头草了。以后你别再给我整这套了。二娘是他肚子里的蛔虫吗？竟然连他心里怎么想的都知道。女孩子也是可以念书的，识文断字不仅对男孩子重要，对女孩子同样重要。甜甜、小雨、小满，你们不用理睬你们爹刚才说的那些，只管告诉我，你们想不想去私塾念书？大姑，可是去私塾念书需要花很多银钱。书修的事情，大姑跟你爹娘会想办法，你小孩子不用考虑这么多，只管告诉我，想不想去私塾？我想跟大姑一样，识文断字，长本事，将来赚很多很多的银钱，然后带着爹娘妹妹、大姑离开这里，不让奶奶再有机会欺负你们。大姑，我也想去学堂，我也想长本事，长本事以后才能赚钱。我要学本事，将来才好找一个秀才做相公。小雨、小满的目标定得很好。我说赵甜甜，咱能不能有点追求？穷酸秀才有什么好嫁的？咱都识文断字长本事了，
再怎么着也得找个举人或者进士相公呀。二奶奶，那不如咱再把追求定高些，找个探花榜眼或者状元做相公。这追求好。那我岂不是要变成探花榜眼或者是状元的老丈人了？甜甜这个年纪讨论将来找什么样的相公的确有些太早了，但优质的男人不多，搁哪儿都是抢手货。你们做父母的可以帮甜甜留意一下。俊哥、鹏哥，你们俩呢？对去私塾念书这件事怎么想的？我想去学堂，我想考取功名，我想光宗耀祖。想来是刚才被花家宝兄弟俩给刺激到了。等我考取功名了，我就找个男人。你找男人做什么？刚才跟花家宝兄弟俩吵架，嗓子现在有些不舒服，我就找个男人，找个有本事的男人，将二奶奶风风光光的嫁出去。说是那个男人敢欺负二奶奶，我就打断那个男人的腿。庆哥的一片心意，二奶奶心领了。送你们5个去私塾的事儿就这么定了。今晚的家庭会议到此结束，都洗洗漱漱，回房歇着吧。娘，是鹰隼，这只鹰隼好大呀！哎呀，完了，家里的鸡没关呢。花如意将挂在肩膀上的弩箭取了下来，搭箭，双手端着，将箭矢对准天上盘旋翱翔的鹰隼。嗖，一声悦耳的轻响，一只带着金属箭头的箭矢从花如意的手里飞了出去。须臾，罗氏等人便听到一声鹰隼恐怖的惊叫从高空传来。射中了！二奶奶好厉害！连村长家的河川叔叔都不能射中鹰隼，二奶奶比河川叔叔还厉害。这只鹰隼比咱们家之前那只老母鸡还肥。今晚上咱们又有口福了。嘿，长这么大还没吃过鹰隼肉呢，也不知道这鹰隼肉是啥滋味啊。二奶奶，你吃过鹰隼肉吗？二奶奶也没吃过，都是禽类，应该跟鸡肉差不多吧。今晚上二奶奶就用这只鹰隼给你们做个叫花鹰吃。这些日子饭食有了油水，一行大大小小几个人力气足，腿脚麻利，2刻钟不到就进入了茂密的山林里。咱们就在这里分道扬镳吧。你们带着几个孩子去采药材，我去深山里逛一逛。晌午咱们在此处会合吃午饭。我跟二奶奶进深山。信哥，你不是说深山老林里有豺狼吗？你现在不怕了？我怕，但是我更害怕二奶奶被豺狼给咬伤。我爬树厉害，我跟着二奶奶一起进山，若遇到了豺狼群，我可以迅速爬上树，然后拉二奶奶上树。爹跟二叔说过，豺狼群虽然凶猛，但是他们上不了树，遇到豺狼群，找个粗壮一点的高树爬上去就安全了。懂得还挺多，那就跟二奶奶一起进山，二奶奶教你怎样用这把弩箭狩猎。惠娘，让俊哥跟我进山，你觉得怎样？二娘愿意栽培俊哥，是俊哥的福气，我这个做娘的当然赞同啊。二奶奶，前面好像有动静。嘘，别说话，咱们慢慢靠近，别将猎物吓跑了。花如意取下弩箭，搭箭瞄准，嗖了一声，箭矢如流星划过一般，对着那头正在埋头吃草、尚未察觉到危险的山羊飞了过去。二奶奶，你这箭术要是上战场，肯定能够杀不少敌寇。那你学会了吗？我学废了。二奶奶，我是不是太笨了？没事，学习剑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得慢慢练习。以后二奶奶抽时间教你们。2人商量了一番后，割了藤条，将山羊子的4肢捆了起来。将山羊藏了起来之后，花如意就带着赵俊在山林转悠。二奶奶，你看前面好多牛舌头。俊哥，你们管这玩意儿叫牛舌头？是啊，前2年村子里长了很多这种玩意儿。这玩意儿特别顽强，很快就从村子里发展到了农田周围。
村里的人恨死这玩意儿了，就把这玩意儿各回家喂猪。结果这玩意儿滑稽稽的，连猪都嫌弃。没想到山里竟然还有这么多啊！暴殄天物啊！俊哥，你将手里的镰刀给我。好。二奶奶，你割这玩意儿做什么？这玩意儿是好东西，能淡化你姑姑脸上的伤疤。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二奶奶什么时候骗过你？不过这是咱们家的秘密，你不能对外讲啊。我知道，二奶奶又想到了赚钱的办法，我不会乱说，坏二奶奶的好事。真聪明。时间不早了，咱们去取了山羊子就下山吧。晌午之前不跟你娘他们会合，你娘他们该担心了。眼看要到晌午了，罗氏等人背着采摘的药材到了跟花如意约定的地方等。哇！二奶奶跟大哥猎到山羊子了！啊！山里竟然还有牛舌头！这牛舌头滑唧唧的，连猪都不吃。二娘，你割这牛舌头回去做啥？二奶奶说，这牛舌头是一味药，可以治疗小姑脸上的伤疤。二娘，这牛舌头真的能治疗我脸上的伤疤吗？牛舌头呢，学名唤作芦荟，是一种美容养颜的药材。将这玩意儿去皮，切成薄片，贴在脸上，每天坚持1个月后，你脸上的伤疤应该能淡化不少。若想彻底治好你脸上的伤疤，还得口服一些修复损伤皮肤的药。以后咱们家有条件了，我想办法给你配药。二娘，哭啥呢？我割这些芦荟回家，是想提炼芦荟胶卖钱，为你治脸是顺手的事情，你别太感动啊。我知道了，谢谢二娘。山里还有很多牛舌头，明儿个你们不用采鸳鸯藤跟薄荷叶了，跟着我去深山老林，将那些芦荟给我挖回去，种在咱们家院外的那块空地上。是二娘。晌午，一行人就着清水吃了些干粮，休息片刻后，继续采摘鸳鸯藤和薄荷叶。大姐，咱们采了这么多天的鸳鸯藤跟薄荷叶，浅林里长的几乎都已经被我们采完了。既然大姐跟俊哥今天去了深山，并没有遇到危险，我看过几日，咱们跟着大姐去深山老林里采。那些地方啊，很少有人去，应该有不少鸳鸯藤跟薄荷叶。我看行。明儿进山挖了芦荟后，你们几个就在家歇几天。进山忙碌的这些天也够累了，明儿个在家歇着，顺便将香包缝制了。之前做驱蚊香包剩下的药材，加上咱们今儿采摘的这些，足够用了。二娘，你先前不是说趁着眼下时节蚊虫多，驱蚊香包能派上用场，多做一些拿去镇上卖吗？咱们家的驱蚊香包卖的那样好，你咋忽然改变主意，让我们在家歇着呢？上次赶集，咱们家的驱蚊香包卖的的确不错，但下次赶集，咱们家的驱蚊香包好不好卖啊？现在还是未知数呢。反正深山老林那种地方，咱们村跟附近几个村的村民都不敢前往，你们几个在家歇息几日没什么影响。而且深山老林气温比山脚山药低一些，山脚山药的鸳鸯藤出花骨朵了，深山里的鸳鸯藤未必也出了。今儿个我跟俊哥在深山老林里逛了许久，也没闻到鸳鸯藤的香味。大姐，按理说呢，上次赶集，咱们家的驱蚊香包卖得好，顾客使用了咱们家的驱蚊香包，体验了咱们家驱蚊香包的妙处后，下次赶集，咱们家的驱蚊香包应该卖得更好才是啊。你咋说下次赶集，咱们家的驱蚊香包好不好卖，还是未知数呢？有人见咱们家的驱蚊香包卖得很好，肯定会眼红。比如镇上的平安药行，以平安药行赵山鳖的性子，若发现驱蚊香包有利可图，肯定会模仿。而且驱蚊香包所用到的药材就是鸳鸯藤跟薄荷叶磨成的粗粉。赵山鳖经营药行多年，对各种药材的特性都了若指掌。他只要吩咐伙计从高氏布庄买一支驱蚊香包，稍微研究一下，就能知道驱蚊香包里面装的是什么材料。
有人眼红就会模仿咱们做驱蚊香包，到时候市集上就不止咱们一家卖驱蚊香包了。咱们家驱蚊香包是用碎布头子跟粗线缝制的，虽然你们几个的针线活好，缝的针脚细细密密的，但我们的驱蚊香包还是可能会被竞争者比下去。咱们再做最后一批驱蚊香包，将这最后一批卖出去了，咱们就不做驱蚊香包了。二娘，咱们以后不做驱蚊香包了，那咱们还进深山老林采摘薄荷叶跟鸳鸯藤吗？歇息几天后，当然要上山继续采摘鸳鸯藤跟薄荷叶。驱蚊香包的生意没法做了，咱们可以用这2种药材做驱蚊露。驱蚊露的驱蚊效果可比驱蚊香包强多了，而且撒一点在身上，浑身上下都是香喷喷的。等我们将驱蚊露制作出来了，我就请陶小弟帮忙，让陶小弟联系商队，将驱蚊露送去南阳地区售卖。据说南阳地区比咱们江淮县繁华许多，有钱人多的数不胜数，将咱们的驱蚊露送去南阳地区，或许能卖一个好价钱。二娘，你跟咱们的新县令陶大人很熟悉吗？左哥，我跟陶大人结拜为异姓姐弟了，我昨晚上没告诉你们吗？乔大大小小几个人呆若木鸡似的将自己盯着。花如意就知道自己昨个晚上忘记说了，昨儿来来回回去了2次县城，兴许是太累了，回来后忘了将这件事告诉你们了。二奶奶，那我们以后还能叫你二奶奶吗？你跟县太爷成了姐弟，那你以后还会不会跟我们住在一起啊？大姑，我要永远跟你住在一起，我不要跟你分开。就算我跟县太爷结拜了姐弟，我也还是你们几个的二奶奶跟大姑。小满，快别哭了，大姑不会离开你的。太好了，大姑不会离开我们。二娘、慧娘，你们可算回来了。孩子他爹，可是几个孩子上私塾念书的事情没谈妥。不是孩子们念书的事情，孩子们上私塾念书的事情已经办妥了。于夫子同意收下几个孩子了，每个孩子每年1两5钱的花销，这1两5钱银子包括束修跟生活费。于夫子还说了，明儿一早几个孩子就可以去学堂了。哇，大哥、田姐、小雨、小满，我们明天可以去学堂念书了，太好了！哎呀，没大没小的，小雨、小满辈分比你们哥俩还有甜甜都大，你们仨呀要管小玉、小满叫表姑，让他们管6岁大的花小玉叫表姑，他们可以。但是花小满晚上睡觉还要尿床，还会冒鼻涕泡泡，让他们管这么小的小屁孩叫表姑，实在是有些难以开口呀。出啥大事了？瞧把你着急的。二娘，我办完事情回村，听河川兄弟说，有一名衣着光鲜、长相清秀的小哥赶着马车来咱们村打听你的消息。河川兄弟正打算上去与那小哥说2句，就见花如海拉着那小哥去了老花家。我本来打算去老花家看几眼的，但又怕坏了二娘你的好事儿。二娘，你说那来村里打听你消息的小哥会不会是陶大人派来的人？是不是去老花家看看就知道了？俊哥儿，你去厨房将你娘切菜的菜刀拿来给我。二奶奶，你是不是要去老花家劫人？算是吧。二奶奶，之前跑野猪，爹从河川叔家借的杀猪刀还没有还，要不要我将杀猪刀拎来给你？好啊。二奶奶，给你杀猪刀。慧娘、巧巧，你们在家将那只鹰隼收拾干净。老大，你负责收拾那只山羊子，我去老花家瞅瞅，一会儿就回来。二娘，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我跟你一起去。二奶奶，爹，我们也去。我也去。我也去。你们5个，当我们是上街买糖吃吗？都要跟着去。花小满，你能将路走稳了吗？今儿上山采药材，你摔了多少次？你自己数数没啊？像你这样的老花家的人，一拳头一个。花小玉，你就比花小满大一点点，勉强能将路走稳。像你这样的老花家的人啊，照样一拳头一个。别胡闹了，你们5个，今儿晚上想吃叫花鹰，就给我老老实实的。
可是二奶奶，万一你打不过花家宝爹，那可咋办呢？我打不过，你们5个小豆芽才跟着去了，就能帮到我吗？这把杀猪刀是当摆设用的吗？放心吧，二奶奶不会有事的。俊哥，你年纪最大，你领着弟弟妹妹还有2个表姑去村口弄些红泥回来。二奶奶，你想玩泥巴吗？玩泥巴用甜泥最好了。你这小屁孩才玩泥巴，二奶奶是大人，二奶奶不玩泥巴。那泥是用来做叫花缨的，除了挖红泥，你们几个再摘一些酸橙树的叶子回来，尽量摘大片的。嘱咐完5个小屁孩，花如意拎着杀猪刀，在赵东升的陪同之下出了门。大娘，都这么晚了，怎么还不见花大姐回来？啊，就快回来了，陈公子不用着急。怎能不着急啊？太阳已经落山了，我找花大姐说完了事情，还得赶回城里呢。大娘，能否安排个人去地头将花大姐叫回来？就说陈叔有急事要见她，或者请大娘告诉我，花大姐在哪块地头干活？大娘指一下方向，我自己去地头寻花大姐。陈公子呀，你若实在着急，就将话说给我听。我是如意的娘，我会帮你转达如意的。花大姐不是跟我家公子商量了在江淮县开家餐馆吗？我家公子已经将开饭馆的店面以及厨子找到了。我今儿来榆树村就是通知花大姐尽快抽时间再去一趟县城，去看一看那店面，见见那3个厨子。若是花大姐看得上眼，这事就这么定了。陈公子，你刚才说花如意要跟你家公子合伙开饭馆？是啊。花如意在家煮猪食，家里的猪都嫌弃，不愿意吃。他那2下子能开饭馆儿？啊？花大姐的厨艺她是亲眼目睹过的，这家的闺女跟她认识的花大姐是一个人吗？她是不是走错地方了？陈公子，你别听我家老头子瞎说。之前呢，我家如意的厨艺的确很差，但后来我家如意的厨艺练好了。陈小哥，如意跟你家公子合伙开餐馆，1个月能赚多少银钱呢？不知道，这生意还没做起来呢，谁猜得到？海哥，你大姐那个悍妇要跟城里的有钱公子哥合伙开饭馆了，你听到了吗？娘跟那陈公子说的这么大声，我又不是聋子，能听不到？哎呀，你大姐那悍妇自从掉了茅坑后，好运是接二连三的来，去县城走一遭，竟然结识了一位有钱公子，还要跟人合伙开饭馆。哎呀，真是羡慕死个人了。大姑来了，快跑！哥，哎呀，你等等我！花如意，你这是要做什么？花如海，你少跟我装傻充愣。你们是乖乖的将人交出来呢，还是等我自己动手？花大姐，你回来了？回什么回？这里压根儿就不是我家。我与你们素不相识，你们为何要骗我？陈公子啊，我们并未欺骗你。花如意是我们花家的大闺女，前2个月呢才嫁去老赵家的。花老头，你说错了吧？不是嫁，是卖。你们夫妇俩为了弄1两银子给你们那宝贝2儿子一家割肉吃，将我卖给了奄奄一息的老赵头冲洗。花如意，你刚才管我叫什么？老不死的，你瞪什么瞪？也不怕瞪成眼球突出啊你！孽障，你这个孽障！让你不尊父母，看我今儿不打死你！就在他准备出手的时候，眼前忽然人影一晃，一道挺拔的身影出现在了他的眼前，将他紧紧地护在了身后。我看你们谁敢动花大姐一根汗毛！紧接着，咔嚓一声脆响，花虫用了20-30年视为命根子的大烟杆，在陈叔手里断裂成了2截。哎呦，我的大烟杆啊！花大姐，你没事吧？我没事儿，没想到陈小哥是个练家子。我是公子的贴身书童，为了保护公子，我5岁便开始习武，武功盖世不敢说，刀枪棍棒长矛弓箭我都会使。陈公子，你的香包？我带来的东西呢？
海哥，赶紧去屋里将陈公子带来的东西拿出来。啊，好。花若海急忙应了唐氏一声，然后飞奔进屋，很快就将陈叔带来的礼品拎了出来。这杀猪刀应该是用不着了，老大，拎去还给村长家。陈小哥，我们走。哎呦喂，老娘咋生了这么个狠毒的货呀！哎呀，我的大烟杆儿，我的大烟杆儿啊！陪了我这么多年，今儿怎么就断了呢？你个死鬼，你一天到晚就只知道你那个大烟杆儿，你但凡厉害一些，华如也敢这么欺负我这个老婆子吗？啊！哎呀，爹娘，你们先别吵啊！今儿晚上咱们并不是一点收获都没有。有啥收获啊？没巴结上人家有钱公子，连到手的礼品也被拿走了，有啥收获啊？爹娘，你们可还记得那位陈公子身上佩戴的驱蚊香包？哎呀，不就是个破烂香包吗？哎呀，娘，那香包看着是不咋地，但却能驱除蚊虫。这个时辰，咱们家院子里、堂屋里有不少蚊虫。可刚才呀，我刚才站在那位陈公子的身边，竟然没被蚊虫叮咬一下。哎，上次我跟海哥去老赵家，发现老赵家院子里晒了好些鸳鸯藤花跟银丹草的叶子，而那位陈公子身上所佩戴的驱蚊香包就有裹着鸳鸯藤跟银丹草的香味儿。所以啊，老赵家这段时间上山采摘鸳鸯藤跟银丹草，就是为了做驱蚊香包。昨个我还在琢磨，老赵家咋忽然变得那么有钱了？原来是买驱蚊香包赚的。豺狼岭上多的是银丹草跟鸳鸯藤，爹娘，海哥，咱们也可以做一些驱蚊香包去镇上卖呀。老赵家能靠卖驱蚊香包赚钱，咱们家也行。爷爷奶奶，爹，赶紧赚钱，赚了钱给我们买肉买糖吃。哎呦，好好好，明儿个爷爷奶奶就带着你爹娘进山去采鸳鸯藤跟银丹草，买了钱呐，就给宝哥跟成哥买好多好多肉啊！花大姐，开餐馆的店面以及3名厨子都已经找好了。我家公子的意思是，请花大姐抽个时间再去一趟城里。若是花大姐看过了店面跟那3名厨子，觉得合心意，那便彻底定下来；若是不合心意，再另找。成，后日一早我就再去一趟县城。二娘，你回来了。那只老鹰我跟三舅母收拾出来了，三舅跟二哥下地回来，现在呀正在处理那只山羊呢。秋菊，这是陶大人贴身侍从陈叔陈公子。陈小哥，这是我的小闺女，叫秋菊。秋菊啊，你带陈小哥在咱们家院子里转转，我去烧菜。反正现在天色已经晚了，陈小哥，你干脆留下吃了晚饭再回去吧。哎呀，二娘，我从没招待过像陈公子这样的贵客，我不行啊。秋菊，我听阿信说陈小哥还没成家呀。花如意将赵秋菊拉到一边说话，赵秋菊本来没往那方面想，听花如意这么一说，脸顿时红透了。哎呀，二娘，你说啥呢？这位陈小哥眼瞅着比我小起码3、4岁呢，他有没有成家关我什么事儿啊？小3、4岁怕什么？女大3抱金砖。你先接触接触，若是合眼缘，我就想办法让你们俩继续发展发展；若是不合眼缘，我不强迫你。秋菊，你得跟未婚男子多相处相处，才能找到自己心仪的对象。二奶奶，嘿嘿，你要的红泥我们挖回来了。你们可真厉害。花如意忙不迭地迎上去，伸手从孩子们的手里将装着红泥的篮子接了过来。二奶奶，这些红泥跟酸橙叶够不够用啊？不够用我们再去弄。还够了够了，一个个累成这样，赶紧找地方歇片刻。二奶奶去做饭，做好了叫你们。